请你帮帮我。琛啊，一个连明天都撑不到的家，你让我拿什么继续？你连儿子下学期的学费都掏不出来，还有什么资格让他叫你一声爸爸？我一天3份工，一个月均死累活到手16000，还要还债，是我拖累了这个家，是我没本事。离婚冷静期前2天，我才知道头上已经长了一大片青青草原。我回老房子收拾东西，却从15年前的 U 盘里发现了4735枚比特币，按今天的价格，20亿。1年内没还钱，拿这东西抵债。当年孙毅说完那句话，人就没了。我怕麻烦，没去要债，1万块，15年，20亿。琛，妈，这个月你怎么又打钱来了？这样下去，慧玲会觉得你拖累她的，对你们小家庭不好。妈，我有钱了，很多钱。妈，没事的，钱我都有了安排，你放心。那你自己的花销够不够？你爸说工地那边下个月能多发2000，到时候……你别操心我，和我爸都要注意身体。我们身体好着呢，小卓有空都会住老家，你也别太担心。奶奶生日我会回家的，这些天让陈卓多住家里。20亿。买房还债。我承受不住了，你就算不为我想，也该为小天考虑吧。你希望小天跟着你背一辈子的债？告诉他，我有钱了，不用离婚了，债也能还了。20亿，完完全全的婚前个人财产，只要不将这笔钱和婚后家庭开支混淆，不放在自己名下，谁也拿不走分毫。现在，先把2件事搞清楚：第一，钱怎么安稳落袋；第二，这7年，自己到底是在替谁当牛做马？爸爸说好了下周去游乐园，你不能反悔。你妈答应了吗？爸爸，我们真的要去游乐园吗？他此刻才明白，怀疑和亲眼看到，中间是隔着一整个地狱。20亿，完完全全的婚前个人财产，只要不将这笔钱和婚后家庭开支混淆，不放在自己名下，谁也拿不走分毫。现在，先把2件事搞清楚：第一，钱怎么安稳落袋；第二，这7年，自己到底是在替谁当牛做马？爸爸说好了下周去游乐园，你不能反悔。你妈答应了吗？爸爸，我们真的要去游乐园吗？他此刻才明白，怀疑和亲眼看到，中间是隔着一整个地狱。怎么总不接电话？今晚小天吃什么？有什么吃什么吧。那做红烧排骨吧，小天爱吃。我稍微晚点回来，公司有点事儿。小天爱吃，那就做。红烧排骨，儿子确实爱吃。爸爸做的比妈妈好吃。我操！爸爸，饭好了吗？我要饿死了。同一个称呼，对着2个不同的男人，一个给玩具，一个给排骨。给排骨的那个是傻逼。
要去一趟亲子鉴定中心。那股殷勤劲儿，我从没享受过。你怎么了？有什么事吗？没什么，就是想到以后没了你们，有些惆怅。这不是你自己选的吗？顾全大家，舍弃小家。吃饭吧，菜凉了。刚才那句话不是随便说的，是我故意放的饵。他露出的那一丝惊慌，我捕捉到了。他怕什么？怕自己反悔不离婚？既然你怕，那我就更不怕了。有20亿兜底，很多人和事都将不再重要。这个女人在自己最落魄的时候上了自己的床，也跟着过了7年普通日子。虽然对她没有感情，但儿子是一个寄托，所以2套房子都留给他们。现在想的是另一件事，算计。每个字都像是量着自己的软肋写的。那么7年前那夜，他是不是也在算计？明天下午2点，我需要掌握更多的证据。第一步，稳住文慧琳，不离婚，防止现有财产被分割。第二步，查清奥迪 Q7 车主状况，等待亲子鉴定结果。又是一个。办什么业务？亲子鉴定。个人鉴定还是司法鉴定？个人。加急6小时出，加急费翻倍。好的。即便已经疼爱了陈泽天6年，一旦结果成真，我必须直面。爸爸，怀疑是颗种子，种下了，它就会发芽。王总，这个案子我接不了，您找别人吧。于局说您有个财产纠纷的案子。不是纠纷，是一笔资产需要兑现，我需要专业的法律支持，保证过程合法、隐蔽。多少？20亿。陈先生，这不是我一个人能完成的，需要港城那边配合。需要3样东西：境外账户、港城注册的公司壳、合法资金来源的解释。你能办？能，但我有条件，委托费按兑现金额2.5%收取，不接受溢价。所有操作必须由我经手。大致算一下，5000万和我查到的费率相差不多。根本不可能自己搞定，必须请专业大宗 OT 团队，否则就是在找死。可以，但我也有条件：第一，我不再额外付任何费用；第二，要绝对保密。20亿面前，谁都会抖。沈律师，
大概多久我能看到钱？5天时间操作，第一批钱应该就可以到港城账户。任何划转都需你书面加线上双重授权，第一次必须当面交付。没有一丝犹豫。陈哥，我是江山。这辆车的车主，我需要他所有的信息。婚内，另外加一个人，我妻子文慧琳，我要她名下的银行卡、通讯记录，以及跟这辆车主的关系，能查到的，我全要。先付2000定金，今天内就能出一份报告，后续按工作量算。陈哥，你想好了？我干这行8年了，送你一句话。查出来的东西，有时候比查不出来的更难受。你想好了？我要是没想好，就不会来找你。排除。活了32年，经历过家里破产，经历过讨债的砸门，经历过没钱的窘迫，但从来没有哪一种感觉像现在这样，匹夫一怒，血溅五步。现在手握20亿现金，能主宰自己往后余生的生活方式，值得吗？现在，所有一切都归零，从今天开始算账。这婚现在不能离，因为不是这么个离法。没有确切的证据，文慧莲可以说她也不知情。以现在法律的尿性，离婚她肯定能分走自己的现有财产。2套房已经过户，外加这些年给他们母子的钱，加一起最少也有600万以上，所以要定死他骗以及欺诈性抚养、房子、彩礼，这些年他们母子的花费都要拿回来。还有7年前他是不是算计我找我，这事也得查清楚，并且离婚不再是重点。我要一点一点让他崩溃。怎么就回来了？今天没跑车？明天不去民政局了。什么？不离了。不离婚？你想拖死我们娘俩？ 2套房子市值近500万，眼看要到手，突然长翅膀飞了。他的反应比我预想的还要精彩。你凭什么觉得你不会拖死我们？我想要的生活不是每天醒来就想着丈夫负债几百万。负债我没要你还1分钱，每个月给家里的钱没少。你这么想离婚，莫非还有别的原因？我能有什么原因？谁家的生活是你这样过的？有钱都往你家那个无底洞填。我受够了，我不爱了，不行吗？你不爱了，那是你自己的问题，你自己去解决啊。我又不是一个不可爱、不能爱的人，我又没错，离什么婚？你到底想干什么？儿子，
没事，你妈闹脾气呢。6年的时间，喂过饭，换过尿布，半夜抱着去急诊，可谓掏心掏肺。然而，他不是我的种。不过，他还在我的户口本上。那法律上，他就是我的儿子。港城著名经济学家张子强先生曾说过，没钱是万万不能的。比特币没那么快到手，找朋友兄弟借钱也不好开口。文慧琳手里肯定有钱，结婚前我给了38.8万彩礼。这些年雷打不动每个月8000家用，他自己还有接近1万的月工资，房贷是公积金，家里开销也不大，他卡里最少也有上百万。房贷是公积金，家里开销也不大，他卡里最少也有上百万。他手里的存款有不少是我这7年给的，我必须先把属于我那份的权益理清楚，比如那份保险。现在想想跟他算清不可能，但办法总是有的。家里破产前，父母给未来孙子的那份保险，既然陈泽天不是我的种，那份100万的保险，明天一定去退了。调查奸夫的所有情况，收集证据，完善证据链，所有花费一分不少都得要回来。那年，许清婉17岁。远东，他刚才说不离婚了，你说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他今天跟以前不一样，完全不一样。你知道他以前是富二代，嚣张跋扈，人又暗狠，我怕他发现会杀了我。这么多年，你没管过我们母子，现在你自由了，还不想接我们一起生活吗？我心里一直都有你，我离了婚不就是第一步吗？现在是关键时刻，别让他看出什么。男人果然没一个好东西。知道了。涂软东，此刻明白了，文慧琳是有退路了，自己这个牛马失去利用价值了。不对，自己还有价值，他还可以利用陈泽天榨干自己最后一滴血汗。都不敢想象，如果一直没发现，自己后半生得有多凄惨。陈泽天已经知道了自己不是我亲生的，而且还和文慧琳一起瞒着我。养不熟吗？那就将它养成一个真正的白眼狼。必须退保，这钱用在自己身上不香吗？是该换个活法了。生活不是让你去改变别人的，而是让你自己过得舒服的。你对别人好，无非是图他对你也好，那如果直接对自己好呢？这是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呀。等离婚的时候，这钱自然要算到文慧琳头上。儿子都不是我的，凭什么用我的钱？正好是我每月给文慧琳的数目，现在不适合买更好的车，低调点最合适。这个时代，没有势力被盯上的有钱人，下场也很惨。我们家不就是这样骗破产的？20亿在手，这破班谁爱上谁上。再说我养了文慧琳母子7年，现在我失业了，是弱势群体，他不该养我吗？陈先生，有空来律所一趟，事情有进展了。
一杯白开水就好。港城那边的公司壳已经找好了，新恒泰资本，注册资金5000万港币。没想到会这么快。我做事不喜欢拖。我准备走返程投资，给企业套上港资背景。港城公司以外资身份在境内注册外商投资企业，再以技术咨询费或者股权转让款的名义把钱打进来。看来你是真做了功课的，我会按照你的意思做架构。我只是欠了几年的债而已，欠债的人算账都算得快。那就签字吧。在单位，半小时后到。亮，你他妈注意点，这里是治安局，叫余局。今天怎么过来了？我准备离婚。还是因为家里的债，难怪你找律师。要不要给你拿点？300万很难，200万我还能凑。哥，陈泽天不是我的主。鉴定做了，排除。你那老婆知道你知道了吗？不知道。你打算怎么办？离肯定要离，2套房子已经过了户，我得拿回来。这7年给他的钱也得要回来。证据够吗？涂远东32，开装修公司，刚离异。文慧琳的情况很难构成，这需要特定的证据支持，是他以夫妻名义和他人共同，还要邻居证言、物业记录等这些记录。但你可以在民事主张返还抚养费和精神损害赔偿，这个官司打好了，能让他赔几十上百万。所以你需要3样东西：自愿的或者公证的亲子关系证明，文慧琳涉及抚养费支出的凭证。我还有个事要你帮忙。说。对了，前阵子几个高中同学过来聚了一下，席间说起了许清婉。许清婉这个名字再次从记忆深处浮上来，带着24岁初冬的寒意。嘴角还残留着他唇齿的清幽，鼻尖还荡漾着他娇躯的迷香。随后家里公司宣布破产，自己又意外被迫结婚，那些记忆被一层一层盖住，垫在最底下，蒙上了灰尘。过去了的事没意义，走了，我得去告诉陈泽天父爱如山的沉重。你别乱来，出了事我兜不住。犯法的事我能做，我还想安安稳稳躺平后半生。自己现在有20个亿，傻子才会去犯法。文慧琳和涂远东也不值得我。加个微信，随时可以预约试学课。多学点东西总是好的，小孩子不能输在起跑线上的。陈泽天今年6岁，正是学东西的好年纪，多方面培养才是王道。大提琴可以陶冶情操，机器人般提升逻辑思维，击剑又锻炼身体，综合全面的发展，这孩子的未来一定很精彩。再等1天，比特币就要有个结果了。第一笔2500万美金到账之后，很多事都可以开始了。差不多10万，接近文慧玲1年的工资。这10万花出去，不是结束，是开始。后续参赛、考迪、买装备、换琴，每一项都是无底洞。等账单甩到文慧琳脸上那一刻，每一分每一厘都得从她口袋里往外抠。现在花得越狠，到时候她吐得越难受。最主要的是，这几个都是最贵也最吃天赋的。以陈泽天的资质，学了也没什么用，都有点迫不及待，想看他的表情了。
爸爸，你买了新车吗？赚了点钱。那你以后还住家里吗？这个问题不像一个6岁孩子自己想的，太有逻辑了。谁让你问的？没人让我问。妈妈让你问我今天高不高兴？爸爸赚了钱，决定好好培养你。培养我什么？你想当大侠是不是？是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那种。所以给你报了击剑班，穿上一身白色防护服，戴上面罩，手里拿一把剑，想不想学？还有机器人班，就像玩积木，学完你都能自己造一个会动的变形金刚。变形金刚还是会动的那种，我要！不过小田，你妈不一定同意。为什么？这3个班都挺贵的，你妈向来节省，我怕她心疼钱。那怎么办？她一直想让你学一样乐器，我们要给她一个惊喜。过几天，我跟她说带你出去玩，然后带你去上课。等你学会一首曲子，回家拉给她听。你想看她那时候是什么表情吗？那说好了，先保密。我们这叫善意的谎言。爸，我今天还是有点不舒服，作业能不能等会儿再写？那就先去玩会儿平板吧。继续跟。有点好奇，这女人怎么还没有做掉？难道陈昂还有自己不知道的存款？陈昂，这车钥匙是怎么回事？刚买的，怎么了？你哪里来的钱了？买的哪款车？昨晚还大吼大叫要离婚，今天看到新车，立刻便想来探我的底。钓鱼嘛，总得挂上饵料。家里收回了一些债务，我妈转了30万给我，想着你一直想换个好点的车，就直接贷款买了。车是 X5，你应该会喜欢吧？这女人中午刚和奸夫切磋过，膈应无比。你不离婚不会是想让我一起还贷款吧？你怎么会有这么恶心的想法？小天的未来你还要不要了？你就说这车要不要吧，要不明天又去卖了，亏个20-30万算了。这些钱都是应该留给小天的，你凭什么这样造？还有，你为什么不和我商量一下？别问，我一个大老爷们儿，家里一点小事还不能做主了，你就说这车还要不要吧？他从昨天开始就变得强硬得很，跟当年陈家没出事时一模一样。陈家到底收回了多少债？陈昂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们夫妻也7年了，还共同孕育了一个孩子。我想，即便我们之间有分歧，但小天是无辜的。你是不是恨我提离婚的事？我真的不是想抛弃你。我们不是说好了，以后还和从前一样，一起抚养好小天。既然你不想离，那我们暂时就不提离婚了。你真有什么心事的话，就和我说好吗？这可，我悟了，心事什么的就别说了吧，说了怕你不舒服。哦，晚饭我没做，要不你去做点，很久没吃过你做的饭了。说出来怕你不舒服，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他是不是发现了什么？怎么，碰见鬼了？不去做饭，
那就都别吃了。我在心虚什么？生活就该这样，生活就该这样。陈哥，最近还好吗？天气逐渐转凉了，要注意保暖哦。想你的君庭娱乐部小月。这样的情绪价值给过来，不比厨房里那个女人来的舒服。好饿啊！咦，妈妈，你怎么在做饭？马上就好，再等等。哦，爸，你怎么不去做饭？果然是养不熟，老子活该当木马，看来还得上强度。你妈说以后都由她来做饭，她热爱做饭。明天的港城之行，事关20亿，后半生躺平的基础。当下，什么事都要排在一边。陈先生，航班已经办妥，港城那边的人会安排人来接我们，全程保密，不留下任何多余痕迹。这是港城那边签署的保密协议，以及持牌托管机构的担保合同。你看看，虽然张启祥是我的老熟人，但规矩不能乱。一场骗局，7年牛马，6年喜当爹。等这笔钱落袋，我才算是真正握住了自主的筹码。今后的生活，绝不再受任何窝囊。陈先生、沈律师，欢迎欢迎！我是张启祥，负责您这次的数字资产变现操作。有钱才是大爷，深有体会。我要尽快兑现，第一笔钱确定5天到账吗？这点陈先生你尽管放心，这2天我和沈律都没闲着，密钥在这里输入。我们分批次出仓，不会引起币圈震荡，也不会触发监管预警。清楚。第一批出400枚，按当前市价折算，扣除一应手续费后，到账大概是2490万美金。整个操作过程需要3天左右，资金最迟会在4天后打入您在港的新开账户。后续9批，大概每个星期结算一次，2个月多点儿就能全部完成。希望我们合作愉快。陈先生，今晚我做东，请贵客吃一顿好的。吃饭以后有的是机会，把事儿办好，办稳妥，对大家都好。陈先生说的是，说的是。返程投资的事，接下来只需要走流程，钱就能合理回到你境内账户。你看着办就行。我既然委托了你，那就是信得过你。再说是于亮介绍的你，他也不敢坑我。那多谢信任了，坑你就是坑自己。有些惊喜，要当面说才开心。再说钱还差几天，办场开香槟，兆头不好。我的亲妈呀，你还带着小黎呢，到处和人干架，我都不敢把孩子给您带了。你真是我的好女儿，老娘都被人指着鼻子骂，你倒是会和稀泥。果然当了干部就是不一样。小黎黎，不理外婆，我们回家。
青鸾，刚刚我好像看到了陈昂，你有没有注意到？就登机通道那边。妈，您可真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天下。他在滨城，怎么可能来港城？万一真是呢？你就一点也不想再见他？造孽呀！别疑神疑鬼的，更年期到了，多注意你的情绪。有些人一旦错过，就真的不在了吗？八成又是和见面去了。这样的生活，无疑是无数牛马梦寐以求的。若不是有那个 U 盘，我这辈子都过不上这样肆意洒脱的生活。这只是一个开始。帮我查涂万东的公司、资金链、客户、供应商，越细越好。明白。港城那边的事办妥了，第一批2490万美金已经到账。现在说返程投资的事，你需要一家境内公司接收资金，新注册一家公司，注册资本5000万，法人你自己来还是？法人写我弟弟陈卓，我自己名下不要有任何资产。现在我有能力了，必须给弟弟的腰支领起来。你别会错了意，法人代表难道一定是背锅的？再说我有什么锅需要找人背？公司名还是用新恒泰。恒星投资吧。还有，投资落在哪里？我的老家临市江宁县。不过不急，你可以先接触，把框架搭起来，钱先进来再说。我比较喜欢落袋为安。可以，港资在县城这个档次还是很受欢迎的。另外，这批钱你打算怎么用？以公司名义花。恒星投资的钱全部以公司资产的形式存在，名表、豪车、日常消费等等都走公司账，我自己保持身无分文，是合理避债。我准备离婚了。这套操作合法，豪车是公司的，你开着是接待客户，至于客户是谁不重要。还有奢侈品，那是为了公司的形象气质，专门配置给你接待客户穿的，所有权还是公司的。未来你需要房产，那也是公司来配置，借给你住而已。至于你的工资，你为人大公无私，爱奉献，年薪只要1元，无法选中。这套操作虽然找不出漏洞，但你还需要合理的商业目的。那就编一个，回老家投资就是商业目的。但现在不急，先把眼前的事办完。还有，帮我买一块表，大概50万左右，劳力士或者百达翡丽都行，但要真货，以公司名义吧。还有这个便宜小舅子，你倒是真不客气，把我当牛马使唤了。我付了钱请你的，沈律。对了，比特币后面的批次大概多久能到账？还是5天左右，这次出530个，扣除费用你到手大概3300万美金左右。后续先放港城账户，这边需要再转回来。好戏该开场了。
妈，家里怎么样了？没什么变化，就是你二伯和小姑他们又来了一趟。说什么了？还不是钱的事儿。当年帮他们的时候，可从来没想过回报。你爸这几天都没睡好，都是亲兄妹，他们要告你爸。妈，再等等，等奶奶生日，我会回家处理好这些事的。钱的事，你宽心些。陈昂，你可别乱来啊！妈，你信我，你儿子不会干违法的事儿。另外，别和我爸说，有些亲戚咱不攀了，让他这几天好好看清楚。这么多年了，他能没看清吗？行，妈信你。那你早点回来。等会儿我转点钱给你，你记得别省了。哥，打电话来干嘛？爸没事吧？又被气到了？你没和小妹说吧？没有，小妹学业重要，这时候怎么能让她分心？也是怪我们兄弟不争气，否则也不至于哪里都受气。陈卓，奶奶生日的时候，我会回来把所有的债都平了。哥，你搞到钱了？不是中彩票吧？你别操心这些，等我回来就是。那些亲戚你硬气一点，让爸看到态度。离回家还早，再等等。我需要把这边的事办稳妥了，才能安心。现在有底气了，家里也会好起来。从今以后，任何亲戚都别想占我家一分便宜。父亲的愚孝，是该好好治一治了。爸，我今天赢了，我把那个胖墩刺了5剑。厉害，我就知道你以后肯定是个行侠仗义的大侠。那当然，我还要学机器人，我要做变形金刚。好，没问题，只要你喜欢，都学。当然，大提琴你也不能撂下。我是男子汉，说话算数。小天，作业写了吗？写完了。陈昂，你是不是疯了？怎么了？这10万块是什么鬼东西？给小天报的兴趣班啊，击剑、机器人、大提琴。你不是一直说小天要多才多艺吗？谁让你报的？你跟我商量了吗？花30万买车的事儿我都不讲了，现在又花10万，你到底想干什么？网贷平台借的，先垫着。我知道你心里还是想要离婚，而且你还年轻，真离了，你肯定得找男人。俗话说，有了后爹就有后妈。我担心你以后不会好好培养儿子，我就打算给儿子多花点，也是有份保障。怎么了？你第3次课，你带小天已经上了3次。小天喜欢就一直去了。老师说这孩子有天赋，值得培养。再说，你这2天不怎么在家，我也没找到机会和你说。有什么天赋？那都是骗你交钱。你去退了，现在就去。看清楚，第3次课后就不退费。人家是给了3次机会反悔的。你要是不信，打电话问。喂，我孩子报了击剑班，刚上了3次课，能退吗？不好意思，家长，合同写得很清楚，
第3次课后不予退费。您可以看看合同条款，家长能送来3次，就说明是认可的。陈昂，我之前还想着不离婚了，好好和你过日子，你就是这样过日子的。我给自己儿子报兴趣班，你发这么大的脾气？你，温慧琳，你如果真的想离婚，我会答应的，只是我要小天的抚养权。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只是觉得你不该这样乱花钱。你有没有想过这些钱谁来还？你欠那么多债，还花钱大手大脚，你想过我和小天的未来吗？小天是我们的孩子，钱当然我们出了，正是因为欠债，我才要把钱多花在孩子身上。我记得你有一张农行10万的定期存款吧，拿出来给我，我把借贷款的钱先还了。凭什么？你借的钱要我来还？再说小天上台上培训班，我同意了吗？你他妈说的什么话？小天不是你儿子吗？你不准备给是吧？我明天去你们单位找你们领导，让你领导评评理，看是不是我错了。你真的疯了？去我单位是要闹得我变成一个笑话吗？陈昂，你知不知道自己到底在干什么？这钱你是不是用在别处了？你别告诉我你在外面乱搞了。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给你，都拿去败光吧，这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。我知道你怕什么，我都有数的。你想离婚无非是为了小天，我都理解。所以我只想好好培养儿子，给他一个最好的童年。我还寻思着以后送他出国留学。原来离婚这件事真的刺激到他了。文慧琳，你说孩子的教育是投资还是消费？你少跟我扯这些。你看着我，回答我，投资，教育是投资。现在哪个1年级的孩子不报3、5个兴趣班？小天不报，以后升学简历怎么写？你要知道，击剑培养气质，机器人培养逻辑，大提琴培养艺术感。你什么都不懂，就知道省钱。我不能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你理解我吗？我这个亲妈竟然比不上这个爹对孩子的重视。我从来没有一刻如现在般渴望自己能说会道。妈妈，我也不想输在起跑线上，老师也说我有天赋。这儿子不能要了。真是傻孩子，你能没有天赋吗？兴趣班老师那里，我不白说好话了，白消钱了。这颗心里舒爽的，像大夏天满头大汗时，灌下一大口冰可乐。小天现在是1年级，起步阶段，正是培养兴趣的黄金期。你当妈的舍不得花钱，以后孩子怪你，你别怪我。陈昂，儿子的面前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你怎么这么不分轻重？不分轻重，温慧琳，我在提醒你该怎么当好一个母亲。你摸着良心说，这是人说的话吗？你自己不负责就算了，现在我给儿子报班，你还骂我，你到底是不是亲妈？妈妈，你不是我妈妈吗？小天，我怎么不是你的妈妈呢？妈妈就是不想乱花钱。你不是，爸爸都说了，你就是怕我花钱，我再也不理你了。好了，这下你满意了，你就是不想让我过好日子。还想过好日子？你当老子还是从前的陈昂吗？
哭吧，以后有的是机会哭。结婚7年，似乎今天是第一次觉得念头通达。果然，与其内耗自己，不如……这不是巧了吗？这不是巧了吗？我记得陈卓就在裕达工作，自家没破产前，裕达好像和家里的建材公司有过往来。沈律，明天有空吗？有件事需要你帮忙。什么事？帮我查一家公司，叫裕达供应链。另外，我可能想收购它。好。裕达的资料，还有你要的百达翡丽51万，恒星的账户还没落地，走的新恒泰的账。周裕达最近在考虑退休，他儿子在国外定居，不想接班，所以他曾开价3600万卖出公司。3600万，年利润800万，这个价格貌似不贵，怎么没人出价？这家公司资质很好，现金流还可以，你买下来稳赚不赔，只不过对方要求一次性付款。3600万一次性付清，这条件在现在的大环境下确实有些困难。心里有数了。如果我把裕达买下来，然后断了这家公司的供货，在法律上有没有大的问题？要仔细看过2家公司的合同，我需要研究。不过，若是真断了，那么远东装饰会陷入极大的危机。他们60%的采购都来自裕达，一旦断供，那么远东手里的工程很可能因为进度拖慢导致违约，不然他们就需要高价购买原材料。你在想，等远东装饰签了合约再断供？你很了解远东装饰。昨晚你让我查裕达的资料，我自然要弄清楚。远东装饰作为裕达的老客户，我当然会多了解一番。怎么，里面还有其他事？这女人是真聪明，也能干。这个等收购了裕达再说，以后你会知道的。周裕达那边，你打算怎么谈？我去谈？陈先生，我知道你有钱，但你也不能待着一只羊薅吧？再说我只是个律师。看看，遮瑕膏都遮不住黑眼圈了。恒星投资的事还没办妥，我还要飞港城，盯着第2批比特币出手。能者多劳嘛，我知道你人脉广。这桩收购案，我给你按3600万的价格算费用，你提3%，价格谈低100万，给你加1%。这么大手笔，看在钱的面子上，我答应了。感觉自己似乎被这女人拿捏了，搞垮她，能让自己身心舒畅，念头通达，值。况且裕达的情况并不差，以后父亲也许能接手，或许还能让他扫除这几年的憋屈，这比什么都强。用恒星投资的名义去谈，价格你看着办，全款支付，快速交接。你不亲自见？不了，我不喜欢抛头露面，你全权代表就行。行，你是老板，你说了算。还有返程投资的事，江年县正推动一个文旅项目的投资，我和文旅局的许局长通了话，确定了见面详谈的时间。不得不说他很强，谈判估计会很吃力。这么年轻的女人能坐这个位子，强也不奇怪。姓许的女人，哪有这么巧？怎么了？熟人？没有，是怀件事想问问你。我需要一个长期的法律顾问，你有没有兴趣？陈大老板是觉得我好压榨吧？你办事的风格我喜欢而已。怎么，觉得我不会是一个好的长期伙伴？我没问题啊，你又多金又大方，求之不得。我还怕你一时热血上受，事后反悔呢。那就麻烦沈律载你一份合同了，我就先走了。
怎么了？一大早脸色这么差。陈昂疯了，他给孩子报了兴趣班，10万块已经缴了，退不了。10万块，他哪来的钱？他说是网贷，我总觉得不对劲。你先别急，我觉得陈昂可能反悔了。我还是觉得不安。你说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我们怎么办？你先别太担心，他如果知道了肯定会闹，没有男人能受不了这种事。我一直很谨慎，瞒得也很扎实。如果陈昂真的知道了，肯定不会这么简单。房子的事儿我来想办法。至于你的钱，要不你先打到我公司账户上，当做你们夫妻共同投资。若是这样，还不如跟着陈昂，起码每个月他都有一笔钱上缴。卖房子的事儿他不同意，不好办吧？而且我的存了定期，一时半会儿不好取出来。不急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你先考虑一下吧，反正你知道，我都是为了我们的未来。陈泽天，你就是这样去学习的，作业都不写，谁让你玩游戏的？你1年级了，不是幼儿园，你不知道要写作业吗？爸爸说的可以玩一会儿再写。他说什么就是什么吗？孩子还小，你对他又打又骂是准备干什么？现在的小孩自尊心都强。陈昂，你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孩子面前管好你的嘴，我教育的时候请你闭嘴。行，你教育孩子，把火气撒给孩子，看以后他还跟你亲不亲。爸爸，看这个样子，文慧琳是不准备做饭了。我当然不能委屈了自己。现在用的钱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，不能太小气。陈昂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怎么就不过了？咱家也不是穷得揭不开锅，辛苦。这么多年，我一直都很辛苦，吃顿好的怎么了？儿子，过来吃大龙虾，今天挨打了，要补充补充营养。妈妈，我饿了。看，不内耗的人生多快乐。他不会是要用这样的方法来恶心自己吧？你不吃，不饿还是减肥？还是你压根儿不喜欢吃？海鲜，谁他妈不爱吃？不吃你也付下钱吧，我这里1分钱都没有了，还是刷的花呗。我让你买的吗？家里是没有东西吃吗？你看你妈那个小气的样子，生怕我们俩吃得多，这样她就吃得少了。陈昂，你能不能不要在小天面前胡说八道？你到底要闹哪样？不是我要闹哪样，而是你应该想想怎么做一个好妻子，一个好妈妈。如果你觉得自己做不好，或者说你不想为我做，我是同意离婚的，但我要小天的抚养权。陈昂，我求你了，你到底要干什么？说了我没钱了，让你付个饭钱还这么多话，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在家霸你。这7年，我给你的钱都快有100万了，没想到吃个饭反过来要跟你讨钱。或许离婚是个好选择。
等着吧，好日子还在后头。宫崎锦，那更好。下周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谁说中年老登硬不起来？那都是。裕达的收购意向书已经签了，价格谈到了3350万，支付当天就能交割。我需要一个人进裕达的管理层。那你有人选？还是用我弟弟，而且他本来就是裕达驻基宁分公司的员工。他也是收购方恒星投资的法人，正好提前接触一下。收购后，他去当监事，裕达的业务该怎样还是怎么样，不需要大变动。恒星投资注册的一些文件需要本人到场，你弟弟正好早点过来一起办了。我下午就带他过来找你。陈卓，不是我挑你刺，你说这都是第几次了？别人的货发得好好的，到你这里就出岔子，你总捅娄子，我兜不住啊，兄弟。孙总，你知道我办事不是这么不靠谱的人，该罚款罚款，一切按公司制度来，但开除就过了吧。兄弟，我帮你兜了不下3回吧，这次客户的投诉电话打到总公司去了，我无能为力啊。你的事儿我们就不多讨论了，回去多想想吧，你还年轻，想通了主动办离职，我这边还可以帮你操作一点补偿金。人一旦跌倒了，是谁都可以踩一脚吗？就真的再难爬起来吗？哥，有什么事吗？打这么急的电话？有事，你请个假，下午过来滨城，到了打我电话。好，我马上回去拿点东西，到了就通知你。这个世界上，唯有家人不会害我。要迟到了。从前的他，根本不会不送孩子，更不会一声不吭独自出门。是，怎么了？您好，请问是陈昂的家属吗？我是滨城天力进出口贸易公司的。陈昂上周提交了辞职申请，我们已经批了，但还有几个手续需要他本人来签字确认。我们打他电话一直没人接，所以联系您转告一下。你说什么？陈昂辞职了？是的，上周就批了，您不知道吗？辞职了，陈昂辞职了，而且没跟我说。月薪12000没了，还有他好像很久没去兼职了，很可能也辞了，4000也没了。而且他买宝马，给儿子报兴趣班，又大吃大喝，不管家里任何事。所以他是不是铁了心要拉着我跟他一起？必须再拖下去，真的会被。有没有可能陈昂家里真的要倒了很多债回来，他有底气了？陈昂这个人，他其实并不熟。原以为这一生都不会再见，就这样被命运安排在一起。他听说文慧玲给自己生了一个儿子，他当时还被吓到了。不能错过，不放过。文慧玲自己搭上来，他不给点情绪价值，也说不过去。前妻分走了他1半的家产，公司资金链一直都紧张。文慧玲那边和陈昂离婚的事，背后都是自己在。陈昂现在摆明了是要拖着你，你们现在还能拿1半。如果真被他发现什么，到时候你1分都没。你听我的，去咨询律师，否则出了意外，你真的1分都会得不到。好，我会去找律师。突然觉得自己应该要有个儿子，哪怕只是女儿也好。想想自己有这么多钱，没有儿子继承，到最后很可能就会全部给了小侄子。哪怕我和陈卓兄弟之间感情很深，但侄子终归隔了一层。
若是把钱亮出来，只怕想给我生儿子的人能绕滨城2圈。小朋友，你家大人呢？是你撞的我哦。那我有说对不起吗？可是我摔跤了，你没有，我右后都摔成8瓣了。那我向你说对不起，好不好？不用啦，我们都不道歉啦，算扯平啦。好，那就扯平了。告诉叔叔，你叫什么名字？名字可不能告诉陌生人哦。叔叔再见，梅奶奶肯定在找我啦，不然会被打腰后。若是有一个这么可爱的女儿，生活肯定多姿多彩。不知道沈翩然有没有跟陌生人抢夺父抚养权的办法？文女士，请坐。喝茶还是咖啡？不用了，谢谢。说说你的情况。他家里欠了400万，他还买了一辆 X5，给儿子报了10万的兴趣班，最后他还死了。文女士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你丈夫父母的没有。那这笔钱有没有用于你们的家庭生活？没有，那是他爸公司欠的。这一点对你有利。但是，你刚才说的 X5和兴趣班情况不一样。给子女的教育支出属于家庭共同开销。你说你不知情，那你能证明你当时并不知道，而且你是反对的吗？如果没有，那这笔钱你也得承担1半。还有你刚才说他辞职了，如果他因此没有收入，你作为配偶，在婚内有相互抚养的义务，也就是说，在你们没离婚之前，你需要承担家庭的主要开支。周律师，那就没有办法吗？文女士，我觉得你还是多考虑一下吧。有什么疑问，欢迎你来咨询。抓他把柄，要抓陈昂的把柄。对，以前他没有，不代表以后没有。哪个男人自己不给他，他肯定会出去找，到时候。走吧，车上说。这车谁的？刚买的。哪儿来的钱？先上车。小昂，什么时候吃的这么好了？滚！沈律，开始吧。陈卓先生，请坐，这里有几份文件需要你签字。第一份，恒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法人变更协议，从今天起，你是恒星投资的法定代表人。法人？我？对。第二份，裕达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收购完成后，你将担任监事，负责监督财务。发达了，兄弟！你说过卖腰子后也要让我开上路虎。放心吧，就冲你是不是阶级哥哥，我也不能让你给我买路虎啊。哥，你哪来的钱？做点生意赚了一笔，你放心就是。收购裕达的事，这周就会交割。周裕达退休前的过渡期，建议陈卓先生全程参与。行，这些事先不要告诉爸妈，到时候给咱爸一个惊喜。好了，你们兄弟结束了，那我呢？带我来不会就是让我当个观众吧？你的事儿后面再说，你俩先坐一下，我和沈律还有些事谈。明天我带着陈卓完成一些手续上的事，最迟后天，新恒泰账户上的第1笔美金就能转回来。这是你聘请我当长期法律顾问的合同。劳烦沈律以后多费心了，钱回来就完成对裕达的收购，你的委托费也一起付。劳烦谈不上，倒是我要感谢老板的慷慨喽。我一向舍得给钱，只要事儿办得好。你这边有没有熟人擅长打离婚官司的？有倒是有，不过他这人怎么说呢？等我先问下再看。有就行，我等你约时间，记得保密。没问题。对了，滨城招行的行长刚才提出想约恒星的老板见面，
你看是你去，还是让陈卓出面？我去吧。2490万美金落在招行，后续还有10几亿，必须保密。陈卓这几年没了信气，后面的事我得亲自定。现在差不多，直接过去。走吧，早点接触一下也好。刘秉成，招行滨城分行对公业务条线的头，这2年刚提的行长。有什么说法？年底分行对公存款缺口不小，他缺大客户，我们缺银行配合，他有求于我们，不是我们有求于他。那他还挺主动。主动才好。有什么说法？他主动，条件就好谈。第2批比特币下个月到，返程投资的外汇登记、资本金结金、资金托管等都需要国内银行配合。他们在跨境结算这块有现成的通道，比我们临时去找其他行要快，所以他可以利用我们冲指标，我们也可以利用他铺通道。你是不是在想保密的事？刘秉成跟我打过几年交道，挺靠谱。我敢牵这条线，就敢替他白书。恒星投资的资金合规路径是我亲手设计的，他看上的是我们未来3年的流水，不是我们过去怎么发的财。这事儿办下来，你又多一份人情。不止，老刘这条线打通了，后面所有人流程都会顺。他在这件事上拿了业绩，以后我们还有的是事儿用得着他。听你这意思，你已经替我想了好几步。老板，我现在可是你的长期法律顾问，合同上这么写的。陈总，沈律，久等了，快请坐。年底对公存款缺口大，想争取恒星把一般户放在招行，后续资金沉建和结算流水都走这边。作为交换，外汇结算通道、结户审批都可以优先安排。可以，条件是恒星的账户信息未经沈律师书面同意，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披露。没问题，条款沈律来你，我签。一会儿见了刘航，材料你负责递。那个侧脸化成灰我都认得，跟7年，哪怕隔着半条走廊，哪怕他只露了半边肩膀，我也认得。是陈昂，他来招行干什么？刘航，好巧，他是行长。那中年人对陈傲毕恭毕敬，到底是什么原因？走了，接待室在这边。刚才 VIP 室出来那个，就是恒星投资的陈总，看着好年轻，人家那叫低调。沈律师带来的，刘航亲自接。我听对公柜台说，他们公司账上趴着2000多万现金，真的假的？年底能趴2000万现金的公司，滨城真不多。所以刘航亲自赔啊，你以为呢？恒星投资，陈总，2000多万现金。恒星投资，陈总，2000多万现金。文慧琳，站门口干嘛？进去啊！来了。 2000多万，沈律师、陈总穿洗的发白的冲锋衣，那2000多万是哪儿来的？那种平静，那种看他的时候像在看一个跳梁小丑的平静。他之前以为那只是摆烂，现在他忽然不这么想了。2000万现金啊！现在想想。 他低着头的时候，有没有可能是在忍笑？那不是自暴自弃，那是一个手里攥着2000多万的男人在看自己耍猴戏。所以，陈昂一直在防着自己，必须得弄明白，陈昂的钱是哪儿来的，是不是隐瞒了？无论如何。 也要。曾经的一切，好像都要回来了。小卓，你愣什么呢？你哥让你干，你就坐那里好好干。回头将你那分公司经理拉出来，好好教他做。还是磊哥，你懂我。有些人是得好好教教。曾经看不起我的，都要跪。 亮，你可算来了！再不来，我要被这个狗东西刺激死了。昂子又干嘛了？小卓怎么也有空过来？亮哥，家里没什么事，过来玩玩。昂子买了宝马X5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
那事儿办得怎么样了？还在办，需要帮忙就说。会的。我跟你们说，昨天我又相了一个。我寻思着去就去，结果他上桌就点了上千块的东西，然后我问他有什么要求，你们猜他怎么说？才知道这西餐是。哥们儿已经这么惨了，就没有同情心？我还没说前面还有一个骗了我3万块，说是家里急用，找他要，他竟然直接把我拉黑了，逼得我找到他家去了。所以说，我这一路走来没有敌人啊，全他妈是老师，上了一课又一课。他们断我纯真，杀我幼稚，磨我心智，这亲他不香了，这婚也他妈不结了，就是有点担忧，每月赚2万多，一个人花不完。我觉得做人就该及时行乐，谁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？违法犯罪的事儿可别干，到时候别说我不捞你。说的什么话，于局？兄弟是那样的人吗？今晚上 K 走起，昂子你安排。行，都听你的。于局，你就回去喝茶吧，想不到你会睡不着。咱兄弟好不容易进省城，怎么能不去？早点回。这么久的时间问候不断，就是一颗石头也得给捂热了。哥，自己这7年，原来陈昂从头到尾都在，所以他从结婚起就在防着自己，甚至，也许，他从一开始说家里破产就是假的，否则他哪里来的2000万？陈昂7年都一容不变，为什么现在突然变了？是儿子的事被发现了？陈昂是打心底疼爱陈泽天的一个原因。如果不是陈泽天的事，那么只有一个原因导致他现在不忍了。许清婉，你有没有许清婉的消息？怎么了？突然打听他？别问了，你就帮我问问吧。我问了财大的同学，说许清婉没在港城了。没有疑问了，陈昂就是因为他的白月光回来了，所以不装了。他摆烂，是不想把财产都给我。他说不离婚，是要把房子和财产都拿回去，跟许清婉破镜重圆。现在不能打草惊蛇。你昨晚去哪儿了？和朋友吃饭。我怎么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朋友？吃饭吃一晚上？你又不认识，喝多了睡酒店了。从今天起，我要学会忍。陈昂，我想跟你谈谈，你辞职的事为什么不和我商量？这些年累了，想歇歇。怎么，你不同意？我觉得我们这段时间都不太对劲。自从你说不离了以后，你就变了。以前你不是这样的。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？什么误会？你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？我瞒你什么？我就是最近想通了而已。以前太累，现在不想那么累了。那你的钱从哪儿来的？什么钱？ X5，还有兴趣班。你最近花钱的样子，不像没钱。不是说了吗？我妈转了一点。你昨天一夜没回来，衣服也没换，我就是想我们之间能坦诚一点。没有。你可能恨我，我也知道。可是你能理解我的害怕吗？我知道你对我有意见，你最近不理我，不回家，花钱大手大脚，都是在气我。可是如果我告诉你，我还想好好过呢？他示弱了，他今天的每一句话都不在他预测的轨道上，他没炸，没闹，没翻旧账。一个7年都没示过弱的女人，忽然示弱了。事出反常必有妖。你想怎么好好过？我想重新开始，就像以前那样。我知道你心里有气，我也知道我做的不够好。但是陈昂，我们还有小天啊，那是我们的孩子。不管怎么样，他叫你爸爸，是你的儿子。
你给我一个机会，也给我们彼此一个机会，我们可以重新来过。我忽然明白了，这娘们儿不是想和好，她是在摸底。行，你答应了。你说的对，毕竟是7年夫妻，你想好好过，那就好好过。我也是这么想的。你说的是真心话？当然。我一直说我不想离婚，是你要离的。现在你想通了，这是好事啊。以后咱们好好过日子，你该上班上班，我该在家带孩子就在家带孩子，家里的事你多操点心，我主内你主外，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。那我们以后好好过，你也别在意我之前的冲动，毕竟我也都是为了小天。既然你要演，那就陪你演吧。好吧，这几年你也累了，就当给自己放放假，休息好了再去工作也不迟。家里还有点残款，也不怕断粮。我就知道你还是通情理的。哦，对了，给我转点钱吧，昨晚吃饭刷卡刷超了，花呗额度弄没了。我总不能每次出门见朋友1分钱没有吧？你，好吧，确实不能总让你朋友请客。下午我去接孩子吧。好，麻烦你了。裕达的收购完成了，交接也走完了，我这几天就驻总公司，把财务和业务过一遍。你辛苦，有情况随时打过来。昂哥，睡了一天缓过劲儿了，晚上一起吃火锅啊？行，天瑞商场老地方。慧玲，我出去吃顿饭，晚点回。早点回来啊。远东，帮我去接一下孩子，我有点事要出去一趟，别告诉陈昂。师傅，跟着前面那辆黑色 SUV， 别跟丢。我先走了，你们慢慢聊。有没有想法过来滨城？兄弟是打算带我开路虎吗？只要你想。我先回去一趟，考虑一下，有决定打电话给你。发达了，自然不会忘了落难时对自己不离不弃的人。老家的投资以后让陈卓来管，不求赚钱，能保护家人在老家安稳生活。其他资金，我没有创业打算。20亿，全家几辈子都花不完，何必冒风险？砸钱买写字楼，买中高档公寓，当一个咸鱼包租公。在滨城，余量多少也能罩住一点。有空来工作室一趟，昂哥。我马上过去。陈哥，快进快进，刚烧的茶。陈哥，这里面是这2天我弄到的一些资料。他手里积累的钱，不是大手大脚花了。陈先生，我查到一些涂远东前妻的事。我知道你急需他们的床照，但最近涂晚东忙着路桥的合同，2人见面的时间不多，而且都是点到为止。昨天你让我往深一点挖，然后我就查到涂中东离婚的原因。涂路东的前妻当时也找了我们行内人盯梢，我意外打听到，当时他拍到了2人的床照，那个行内人我也刚好认识。你的意思是我出点钱跟对方买照片？没问题，那就请你帮忙去谈一下，价钱合适我就要了。没问题，肯定不会让你花冤枉钱的。这是涂玉东前妻。行，我知道了，你办事我放心。为老板排忧解难而已，收了钱的。江老板，你这里不会也留了我那些资料的备份吧？陈哥，你放心，我一直很守规矩。会办事很好，但越界的事我肯定不会容忍，不然别人会以为我软弱可欺，也免得以后自己的事被有心人利用。我是不得不放。醒了，去叫小天起床吃早餐吧。这女人也太能装了，有这耐性，干什么不会成功？
陈先生，请坐。这家咖啡不错，我以前常来，离婚后就来的少了。那今天怎么又选了这里？因为是好咖啡，不能因为一个人就换口味。你不喜欢那实在可惜了。找我来是为了涂远东的事吗？确实为了他，也为了你。陈先生，有话明说。你都查了谁？涂远东和我妻子。你来找我是想让我帮你？是合作，你有证据，我有办法。什么办法？涂远东的公司靠裕达的供应链撑着，我正在收购裕达，收购完断供。你知道涂远东是什么人吗？他是我爸葬礼上哭得最响的人，跪在灵堂后面，眼泪一颗一颗落在地上。他说公司3角债。所以，其实你也在等一个机会，是吗？你赌他迟早会搞出乱子。证据我可以给你，但我有一个条件。你说。到时候你收网，我要在场。可以。别人儿子叫了我6年，我有什么不能忍的？陈先生，我不得不说，你是个非常有意思的人。剩下的东西，等我电话。一份麻薯泡芙。你看那边那个大叔。原来我也已经是大叔级别了。姐夫，你不和我一起吗？那是多久以前了？久到我已经记不清他笑的时候眼睛眯成多少度的弧度。最近总会想起他。你好，能帮我们拍张照吗？这拍的也太丑了吧！大叔，你会不会拍照啊？重来，重来，往后站，蹲低一点。哎，你别挡光。对不起，我赔给你，我现金不够，要不加微信，我直接转你。我叫明轩。陈昂。大叔，你叫什么？好，大叔，屏幕你修好了，记得告诉我价格。江宁那边差不多了，我现在回律所了，下午帮你约离婚律师，你几点有空？我正好有事找你，马上过来，见面谈。大哥，你给我转那么多钱干嘛？这阵子我都不在学校。去哪儿了？不能说，就是那种不能用手机的地方。我现在有能力了，给你转点钱你就拿着，不够再跟我说。大哥，我现在用不着，搞课题都包吃包住的，我的奖学金都用不完。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？没事，以前那2年供你供得紧，现在手里宽裕了，你也不用紧着了。女孩子更不能缺钱。大哥，你放心，爸妈那边我也可以撑住。等我研究生定下来，我回家一趟。好，你多努力，发挥你的聪明才智，认真学。家里不再是之前了，我们很快就可以过回从前的日子了。钱能解决，那些人呢？你准备怎么办？你别操心，相信你大哥。我信你。大哥现在有很多钱了，你更要好好读书。大哥以后需要你，咱家也需要你。有些事不用说太明，你这么聪明，你应该知道。我知道了，大哥，你也要多注意安全，得让你爸知道，你赚的也不是风吹来的。我知道，妈。第2批资金差不多明后天到位，扣除一应手续费，大概3300万美金左右。返程投资那边，江宁的备案走完了，
这次他们主推的是一个文旅项目，古建筑群的保数性商业开发，体量不小，是那位许局长亲自抓的。他的字，我怎么可能不认识？所以，他就在老家。许局做事利落务实，他的一些提议对我们是有利的，我认为可以加快落地。你看着办，我信你。好的。人人都想活成别人啊。昨天在招商局开会，遇上一个很乖的小男孩，就坐在会议室外面安安静静地看书。我跟他说了几句话，他有点怯生，那模样像极了一个小宠物，很讨人喜欢。说真的，看到那个小家伙，我就在想，他要是我儿子就好了，可惜人家的妈妈是许局。他也年过30了，为人妻为人母，不是很正常吗？沈律，不如我们讨论一下如何跟陌生人争夺抚养权的问题。不是不可以考虑，我妈催婚催了好几年，想抱外孙都想疯了。我说我不凑合不将就，她却说我疯了。你不打算结婚？以你的条件和实力，不将就基本是孤寡终老的命。为什么？一些蠢货满世界打拳，打到优秀的男人都怕了。像那天你见过的谭小磊，月入2万以上，家里开个中型超市，模样不差，人品过得去，他就放话不结婚了。反正我不会为了一张证书而将就，大不了去父留子。我有钱，什么都不缺。你觉得呢？挺好的。那你呢？我还没离婚呢，以后的事儿不做考虑。看来你是被绿了。对了，离婚律师的时间差不多到了。他的履历怎么样？姓周，周正，槟城挺有名的，打过几个大额的财产分割案，网上粉丝不少。有什么问题？没什么，就是这人怎么说呢，专业没问题，就是在我面前话有点多。你跟他很熟？不会是因为他你才不想结婚的吧？我们认识3年，他追了我2年，做了1个礼拜男女朋友，仅此而已。好，知道了。你手机坏了？被几个小女孩不小心碰摔了。泽天乖，先去书房写作业，妈妈一会儿给你切水果。他不会主动给，那只能自己动手去拿。离婚冷静期后，我再没进来过这间房。百塔伟力，我怎么可能看不出来？你有钱买50万的名表，却连几千块都要我转给你，陈昂，你这个王八蛋！几10万的表，藏得这么深，这不是转移婚内财产，是什么？
要了壶白袄请全，周律师说5分钟到。天然，好久不见。周律师，请坐。陈先生，你好。婚内财产分割，我需要打这场官司。去年一个案子跟陈先生情况很像，最后为雇主拿回400多万，还上过《法制晚报》。这人不是在向客户展示专业，是在向前女友证明混得不错，花孔雀。周律师对这类案子很有经验。不算有经验，就是打得多。离婚财产纠纷说白了就是比谁功课做的细。沈律，你要的手机拿来了，给你买的3折叠，你之前那个也是华为，我就没换品牌。相识3年，追了他2年，从未见他送过任何客户礼物。可眼下，他递手机的样子，像亲近的人顺手送的一份小礼。陈先生，接下来我们说一下资产核查的具体流程。周律师，这个案子我再考虑考虑。陈先生，方案还没展开，我们可以……感谢你，不过不用了。沈律，我们先走吧。没关系，陈先生随时联系我。他走路的速度，再配合他的步子，认识他2年，我从没见他为谁调整过节奏。喂，我是周正。之前找过你咨询离婚财产，我刚发现我丈夫偷偷买了很贵的表，这算不算转移婚内财产？周律师，你还在听吗？在听，你继续。我想问一下，他藏表的行为算不算转移婚内财产？什么表？你知道具体品牌和型号吗？百达翡丽，我拍了照，网上查过，公价51万。你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今天我无意翻到，他把表藏在抽屉最里面。文女士，您之前来律所咨询过吧？您先等等，我调取一下你的交谈记录。你丈夫他平时戴什么表？不戴表。以前开迈腾，连都问我要钱。前几天突然换了 X， 说是贷款买的。我问他哪里来的钱，他说网贷。文女士，我记得我们上次说过，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用共同资产购置大额财产，且未告知对方的，可以主张为转移财产。但是，光这一块手表不够，你需要这块表的购买时间、付款方式，以及是否还有其他隐藏支出。这些东西你目前有吗？没有，我只看到他藏表的事，其他的……那就需要再收集。我只是说可能性，具体能认定为多少要看证据。你必须找到更有力的证据，比如他有没有隐藏的银行账户，有没有用亲戚名义购物，有没有什么你完全不知道的资产。可以去银行查他的账户吗？我亲眼见到他在银行有2000多万的存款，那天还是行长亲自接待他的。文女士，如果你说的是真的，那么你需要先收集初步线索，比如转账记录、消费异常、莫名注销卡、大额现金持取等等，然后向法院申请婚内财产调查以及调查令，并委托律师持令去银行查账户余额流水，否则一般情况下，个人是不允许私财查银行账户的。周律师，如果我要起诉，你能接吗？你的案子我可以接，但你要保证你说的都是实话。现在你可以把你丈夫的信息整理。好的，我就整理，等下个月的时间当面给你。好的，你有空随时可以联系我。我算是被你拿来挡枪了吗，沈律？你是我的金主，送你一个手机不过分吧？正巧你手机摔了，正巧我看到了，正巧周律师在场而已。一个礼拜的男女朋友，竟然让你如此思想摆脱一个人。你好歹也是20亿身家的大老板，不会说人话。我们连手都没牵过，好吧？当初家里催婚，某次圈子里聚会谈起了这些事，就和他凑合一下，应付家里人。他却上头了，天知道他竟然连孩子名字都想好了，而且还安排了我全职照顾家庭，孝顺他父母。女人不该抛头露面，相夫教子是优良传统。
这些话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能说出来了的，想想都可怕。不仅如此，他的主意只怕还有吞了我的律所。真进了他家门，我辛苦打拼5年的事业就拱手送人了。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没有理由找你要点劳务费了。手机就是报酬，你别嫌弃就好。这女人真成精了，不知道她过后会不会厌恶我，觉得我心机重。琼景亭12号楼，你要的都准备好了。他动得比我想的快，算算，才分开12个小时。陈先生，请坐。这女人竟摆出这架势，不过我不担心。你打算怎么操作？什么时候开始？用裕达来打击只是第一步，接下来要看你的东西够不够权威。费心了。我说过，可没那么简单的，所以我刚才不是问你怎么做吗？这是我需要做的，你应该是相信我的，不然不会将东西给我。房子有事？我拿到一些涂远东偷税漏税的证据，数额不大，大概3年前开始，一共170万左右。你有什么想法？你先别动，170万的税，如果是初犯，大概处罚金350万左右，补齐了基本不会有刑事处罚，所以你得先单断了他的经济，再拿出这些证据，到时候他补不起税款和罚金，量刑最多可判7年。我知道怎么做了，先挂了。送人去踩缝纫机，余亮是专业的。你朋友是？哟，巧了，这不涂总吗？总算，银行贷款没抽，2笔工程款近1000万，手续总算走完了。裕达换了老板，说要删所有下游下上的资金往来。裕达并非非他不可，但全市材料最齐，价最公道，合约还剩2年。以我的体量拿不到最优价，何况还欠着裕达300万货款没付。我跑了将近1个月，下面关系走透，却总卡在最后一关。胡是我前老丈人的秘书，想打通最后一关，或许只有前妻玉妃肯替我说一句话。今天是我第6次上门了，在我心里，哪怕离婚了，玉妃也还是我的女人，她不可能随意和人发生什么。多心了。怎么是陈昂？他为什么会在这里？难道他已经发现了儿子不是他的，来找玉妃商量对付我？玉妃，你朋友来了，我就先回家了，有时间再约。你们是什么关系？你回去开车慢点，外面好像要下雨了。知道。对了，帮我跟小英说一句，就说叔叔答应周末带她去游乐园。我会和他说的，注意安全。此刻，我能想象到涂运东的表情会有多精彩。原来，报复一个让自己恶心的人，能有这样的快意。此刻的我都有点了解陈昂面对真相后放下内耗的精神状态了。陈昂和玉妃，他还想让老子的女儿
喊他爸爸。爸爸，爸爸。那些话，那些事，全他妈是回旋镖，扇得我眼冒金星，飙得我喘不上气。冷静，今天是来求人的，一切都是为了路桥的合同。这时候不能翻脸。陈昂，姓陈的。他是谁？一个朋友。什么朋友？跟你有关系。你们做什么了？我感觉前面10年白活了。我没有和你争辩的意思。我知道我对不起你，伤了你的心。我也知道你不需要道歉。你知道他是谁，对吧？他想干什么，你知道吗？我为什么要知道他是谁？你怎么可以变成这样子？玉飞，你还是一个母亲，你还有一个女儿，你都忘了吗？涂先生，难得你还记得我有女儿，不过你似乎忘记了她也是你的女儿。你出轨的时候想过自己是一个父亲吗？好，算我狗拿耗子，我没资格管你。你的私生活我可以不管，但你不能影响到小英。涂先生，你没资格说教了，听不懂人话，没事就请吧。小英今天是在外婆婆吗？帮我把礼物送给她。后天周末我想带她出去玩，行吗？等后天再说吧。开局一手爽牌，怎么就突然打成这事？此时我哪还能不明白？陈昂，你知道了所有的事。行，那就后天再说。对了，之前问你的事怎么样？终于忍不住了吗？一句话就想用到我的人情，你是做多了无本买卖吧？你想要什么？写在要小名下，我就帮你开口。没问题，我明天就着手安排。只要胡哥那里落笔，房子立马过户给女儿名下。好，明天你等电话。现在我要休息了，请吧，涂总。明天见一面，有重要的事。什么事？见面再说。回来了。这么晚还没睡，
又跟朋友吃饭？朋友那边有点事。X5的车贷是工行卡，你的工资卡还的吗？怎么，你要往里打钱吗？我想了一下，你现在没工作，每个月也没有工资进来，到时候逾期了都不知道。以后我来还款，你把卡放我这里，我每月固定时间存钱进去。先说好了，让我放松警惕的由头，暴露无关紧要的小目标，隐藏真正的大目标。不得不说，他真是机关算尽了。行，以后你来还款，我记性也差，真忘了也麻烦。密码是我生日，不会让你逾期的，放心吧。我说了，我们以后好好过日子。那就好好过吧，我去洗澡，你也早点睡吧。果然，想查流水、查财产、找证据是吧？手表走的是港城新恒泰的公司账户，跟我个人银行卡没有半毛钱关系。看他查到结果后会是什么表情？文慧琳又动过了。上次那块百达翡丽的购买凭证，发我一份。有用。百达翡丽52052001，公价51万，汇款账户新恒泰资本。他的反应应该会很有趣。不过我现在更好奇的是另一件事，会找谁帮他参谋？找律师，或是涂远东，还是她好闺蜜简婷？不管是哪个，都值得期待。比起20万，盯死文慧琳更能让我通透。修好了，500。这么贵，大叔你是被坑了？这么早，有急事？屠龙东偷税漏税的证据，你看看，举报的时机和细节怎么把握？证据很扎实，不过举报的时机确实关键。现在裕达刚被收购，如果断供，然后就举报，远东又有交罚款的能力，刑事立案的概率会小很多。而且裕达断供和举报之间留的窗口期太短，容易被人看。那你觉得隔多久合适？至少1个月，让远东先违约，断供导致他的工程停摆，鹿角那边来施压，
他资金链彻底断了之后再举报，这样他补不上税款，也拿不到新融资，退路全断。这女人眼光敏锐，心思更是缜密，同时手段也狠辣，正好和余亮当初的说法在时间点上衔接。行，就按你说的办。还有件事，我的离婚案子，你能不能接？老板，我是做金融的，离婚官司可不是我的专业领域。我不需要你上庭，我需要一个知道我所有情况的人来统筹这件事，证据、策略、时机，你比我更懂。再说，出庭可以找专门的诉讼律师，但背后的操盘，我希望是你。我心里早就有了盘算。行，我接了。不过你得把所有事情都告诉我，不能有遗漏。7年前，我在大学城开了一家酒吧，叫夜光。后来家里出了事，家里的公司被人做局，我准备把酒吧卖了还债。那段时间我状态很差，每天喝酒。有天晚上喝多了，朋友把我扶到隔壁万丽酒店，开了间房让我睡。第二天早上醒来，旁边躺着一个女人。你现在的妻子？她当时是酒店的前台。那晚不是她值班，她说是来找同事拿东西，走错了房间。她说她也喝多了，什么都不记得。我们都说是意外，留了个电话就散了。过了大半个月，她打电话给我，她家里人来滨城找我。那时候我家里的债正乱着，每天都有人堵门，没精力再去应付这些。所以你娶了她？我自然没告诉他们，我家马上要破产了。你当时有女朋友吗？都过去了，本就有缘无分，她也嫁人生子，爱与恨都要埋得更深了。只有一种可能，你很早就被他盯上了。你有没有想过，一个不值班的前台，半夜回酒店找同事拿东西，这本身就漏洞百出。酒店前台要交接什么东西，需要半夜亲自跑一趟。他不值班，他来干什么？而且正好也喝多了酒，所以他根本就没喝多。他不是走错了，他就是来找你的。其实当时我确实有怀疑，但那时候我正经历人生中最黑暗的时刻，已经有了自暴自弃的打算。最重要的是，陈泽天是足月生产的，现在来看，那么你现在又是怎么发现的？我接小孩的时候，看到了孩子喊涂远东爸爸，然后就去做了亲子鉴定。这个案子我接了，离婚诉讼、欺诈性抚养的民事赔偿、彩礼返还，这些我都可以做。现在我要知道你手里有哪些证据。你干什么？急得跟狗似的，我以为多能耐，没本事就别学人家霸王硬上弓。比你花样多。两个女人一模一样的嘴脸，我操！你最近火气也不小，是有什么事吧？
我火气不小，你一进门就把我往床上拽，几分钟完事儿，现在说我火气大。涂慧东，你到底怎么了？公司的事儿堆一起了，心烦。你说我真离婚了，未来该怎么办？小天该怎么办？他可是你的儿子。你放心吧，我有计划的，以后保证会给你和儿子一个安稳的家。陈昂最近都在忙些什么？还不是那样，花钱大手大脚，摆烂不上班。有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？他最近正常过，我不是都跟你说过吗？裕达查账，路桥合同被卡，追债的紧逼，一件接一件，像一张网。上次你说要给小天过户一套房子，还作数吗？我跟你说过，现在公司资金紧。那要等不紧了再说。我等了2年，不想再等第2个2年。答应过小天的保障是上次的事，玉飞这边路桥要他搭线，名下资产就这么多，一套房子不可能许给2个人。这事先放放，再给我点时间安排。又放放，你到底给不给？我说了，先放放。行，你要是敢糊弄我，咱俩的事儿也别谈了。你儿子就永远姓陈吧，让开！你再等等，房子的事我没说不给，但你现在逼我也拿不出来。公司这边有几笔款还没到账，等路桥的合同签了，一切都会上正轨。你那路桥合同什么时候签？就这几天。男人的承诺，我现在一个字也不信，我只想搞钱。那我等着。我需要人盯着陈昂几天，要确认他平时都去哪些地方，和什么人接触。玉飞来了信，胡总松了口，路桥合同最迟下周5能敲定。在这之前，绝对不能让陈昂搞出动静。先去趟银行，那块表到底是哪里的钱来？亲子鉴定报告需要自愿或者法庭批准的，这份不算，但可以作为起诉的依据之一。立案后，法院会要求重做私子鉴定。孩子和生父的亲密照，包括生父去学校接他的记录有用。还有吗？即将到手的床照，确定不是合成吧？哼。这些已经能够起诉了，当然，如果能有更多证据，我们的胜率更高。等我立案了，余亮那边会帮我调取他们的聊天记录，3年前的都有。你不会还想追加起诉他重婚吧？这比欺诈性抚养难打得多。这需要刑事立案，民事立案，调不动的。他有办法的。另外，起诉重婚只是挂个棚头，拿聊天记录才是真的。既然准备走这条路，我肯定要有100%把握。这样最好。那么，说说你最终的想法吧。拿回我给的一切，全部进欺诈性抚养的费用清单中。很合理。你接下来就需要提供所有的花费清单，我们得根据这些材料统计出所要民事赔偿的一个具体数额。我会整理的。你也可以帮我找一个诉讼律师，我得清楚哪些东西可以算进来，毕竟你的时间很宝贵。可以，我立刻帮你安排。对了，有个事儿你必须要知道，文慧琳在家里找到了我的那块百达翡丽。昨晚大半夜让我发购买证给你，原来你在钓鱼。看看他都进行到哪一步了。这是你的风格，既然他查你了，那么肯定会留退路。你说的很有道理，我会留意的。再说点正事吧。第2批比特币明天上午10点到账，3300万美金。这笔钱到手后，你的现金流会更宽裕。有什么想法？
我准备买写字楼、公寓等房产，搞一个租房租赁公司。与其让钱在账上趴着，不如换成砖头，这样更踏实。可以。法人用恒星投资的名义，但运营你得找人，我很忙。股权结构我会做一下，保证控制权在你手里。放心，不会把你当牛马使唤。我准备找谭小磊，等钱来了，用租赁公司的名义买一辆路虎，揽胜和卫士都行，价位在100万左右吧。果然男人只有兄弟，我这样给你当牛做马，也不见你靠拢。我当然不能亏待他。裕达那边怎么样？你这弟弟比你更努力，他这几天在总公司跟着老周熟悉财务报表和供应商名录，学得很认真。老周说他话不多，但账算得清。努力的人才能成功，沈律你若不努力，怎么能攀登事业巅峰？可这人是老板，给的多到人无法拒绝。陈卓现在每天都在裕达总部吗？他准备回江宁一趟，说家里有点事，但周裕达想尽快放手。陈卓现在是恒星投资的法人，裕达的监事，年薪100万起步。我叮嘱过他别多嘴，让他回去，你和周裕达沟通一下。你是老板，你说了算。没想到这个时候会遭遇离婚危机，除了在分公司受的窝囊气，更多的是来自家庭内部的背刺。想离婚那就离，谁不离谁他妈死睡觉。此刻我深深地感受到，男人一旦面临绝境，捅向自己的第一刀往往是自己最亲密的人。夫妻本是同林鸟，大难临头各自飞。从相恋到结婚整整8年，他没有留下一点感情，直接就判了自己死刑。关停高岭土矿，那供货合同和股权怎么办？下午县政府文旅局牵头。行，我下高铁直接过去。闹了一上午，要你签字。我妈没事吧？还好，我帮你劝了劝，这事儿你得有主意。小卓，要不要再考虑一下？你让晶晶怎么办？妈，你别说了。他以后过得还不算好日子。看起来还真是，你除了半套房、一辆破车，简直一无所有了。那就这么算了。磊哥，你说若是他知道真实的情况，别说，你还别说。所以，他现在要的确实算多，但1个月后，今天不回滨城吧？晚上哥哥带你潇洒，庆祝一下。下午要去政府开会，明天还要去公司，吃了晚饭我就回去。行吧，过2天我就常驻滨城了，到时候机会多的是。你确定了跟我哥混？总待在家里也没什么意思，去大城市混混看，万一我也发财了。小卓、磊子，过来吃饭了。陈卓，你跟踪我，你跑政府来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协议我已经签了，你别来闹。我跟你过了这么多年，什么都没落到，你别来缠着我，好聚好散。你落到什么了？50万彩礼你拿了，奶茶店也是我出钱开的，存款都给你了，房子你也要了一半，债我全背了。你再仔细想想，你没落到什么？你少翻旧账，那些都是婚前的，你说了不算。你一个大男人能不能
气，别在这丢人了，行不行？放心，武器我一直都有。我签了，谁不离谁死。是什么给了他底气吗？好，谁不离谁。罗宾的车吧？真想不到罗大少也爱接楼，不知道他看上你哪里了？图你好，还是图你？你追着我就是为了说这些，今天才知道你是一个这么没品的男人，真下头。下陈卓，你怎么来了？不会是因为开除的事儿想找政府吧？老子还没准备找你，自己却撞上了。我跟你说过，年轻人有挫折是好事。你之前在公司捅的娄子，我也没往外说。你还有机会从头再来，不要好高骛远，踏踏实实找个工作，比什么都强。陈卓，看看你的样子，孙经理指点你，你不感激就算了，一副高傲的模样给谁看？你知道吗？我最看不得你这副死样子。有本事你做出成绩来，拿出大把钱来呀！什么都没有还不懂做人，你能有什么用？嫁给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。你说的都对，请你谨记不离婚的。孙经理，你说的都对。年轻人有挫折是好事，年轻人不要好高骛远，年轻人要踏踏实实。你想干什么？我难道还会打你不成？现在，你刚才说的这些话拿回去你自己用吧，不用谢我。你什么意思？我跟你说这些都是为了你好，你是被开除的，找工作要认清自己。谁跟你说我被开除了？是你被开除了，亲。孙成，经公司合规监察部门人力资源部联合核查证实，你在职期间存在严重违法行为，现予以开除。正式文件已下发至分公司，后续公司将保留追究你法律责任的权利。这是被开除了？每月1万多的工资，各种礼物、各种回扣都没了，一家老小怎么办？是陈卓干的，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。待在裕达总公司的这几天，自己努力查账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好像看不懂了。陈卓为什么没有被开除？开除的反而是孙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难道陈卓家还有什么后台？罗总，出事了！孙经理，发生了什么事？刚才我们总公司打电话来，把我免职了。你能不能帮我问一下，到底怎么回事？免职函是董事长办公室盖章的，谁也拦不住。你他妈得罪谁了？董事长办公室？我们换了新老板，是新老板吗？难道我得罪了新老板？不知道。我听说你被开除了，来政府大楼干嘛？罗大少可不要关心错了人，开除的是他，可不是我。哦，听说他是为了帮你得罪了人，这才被开除的。他妈的是你！你说什么不中用的孙经理？我怎么听不懂？李雪嘴里那个不中用的前夫，他哪里来的底气？很不对劲。是嫂子。此刻我脑子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嫂子怎么在这里？他念初3的时候，许清婉和哥哥就已经偷偷早恋了3年。我从一开始就是喊许清婉嫂子。自从家里破产，就没再见过她。没想到今天她也在这里。小卓，陈卓竟然认识这位县里的明星官员，而且竟然是他先给陈卓打招呼。你哥，家里还好吗？都还好。那就好。你在裕达工作？几年了。好好干，有机会再说吧。跟上。矿山原址将改建为轻奢民宿，整体规划分3期推进。你说陈卓家是不是还有什么背景？背景？他能有什么背景？破产7年了，亲戚都不愿意登他家门。文旅局新来的许局长跟他很熟，聊了好几句，还笑了。谁？什么许局长？算了，跟你说你也不懂。你真的不知道他家的关系？他哥在滨城是不是有关系？不可能！
我很少和他哥说话，他哥那个老婆更是很少回老家。你刚说的那个许局长是不是认错人了？认错人？怎么可能？莫非是自己错过了什么？江律师，7年前的事，你把所有细节再帮我说一遍。当年那份文件的签署过程，确实存在一些不合规的地方。开慢些嘛，我要抓那片。一切都过去了，这也算是我第一次真正下功夫做市场调查了。毕竟不再年轻，慎重地做每一个决定，是成年人该有的基本素养。大佬，有什么指示？想清楚了没有？再等2天，我正盘点库存。你不会是准备卖超市？你爸妈那里呢？嘿嘿，放心，都安排好了，他们直接退休，在家养老。我都说了，你发达了，我要跟你混，开路虎，做人上人。但话又说回来，兄弟归兄弟，这超市卖了大概有个300万，算我入股。你怎么说？行，那就说定了。我打包去投奔你，可别坑我。怕什么？还能把你卖到东南亚去？卖没卖？卖就卖了。但你得记着，电我的时候得用国家电网的电。什么？我这人乡土情节重，就算被嘎腰子，我也怀念家乡的电，毕竟从小电到大。18岁到27岁，一切都过去了，也一切正在重新开始。行了，不跟你扯。对了，我家这边有什么情况吗？就那样，陈卓签了字，放心吧，他有自己的打算。你给他撑腰，他硬不起就活该。不用了，有事他会给我电话。我爸妈还好吗？和平时没什么两样，辉叔什么都没说，你妈唠叨了2句。接下来看父亲能不能狠下心来，断了那些没必要的契约了。前2天母亲的电话里也透露了父亲的心灰意冷，估摸着以他的脾气，还得有一剂猛药让他死心。接下来，我的钱会越来越多，身边是容不得任何不安定的因素。我就是想跟你谈谈，你总得给我一个机会。我对你怎么样，你看不到吗？你每次躲着我，我每次都等，你不能这么吊着我。我说了很多次了，我们不熟，更不合适，请你不要再纠缠我了。难道我连拒绝的权利都没有吗？那你说说，怎么不合适？我有哪里不够好？我可以改。这种事在哪儿都不少见，我可没兴趣当路人甲。大叔，我说了，我有男朋友了。你男朋友？大叔，你这年纪就别来泡学生妹了。你们这种有钱人有几个好的？有钱怎么了？我违法犯罪了？大学生想要爱情，先问问自己口袋里的钱包撑不撑你的荷尔蒙吧。谢谢你，大叔，你又帮我解围了。你不拉着我，我已经离开了。你成年了吗？你是准备跟我回家？不是，我只是怕他再追着我。喏，他走了，你还不下车？大叔，我请你吃饭吧，就当谢谢你。这是刻意，还是巧合？行。大叔，你点，说好了我请客。大叔，你换了手机，还收我500块。屏幕是你们摔坏的，而且钱也是你自己硬给的。好吧，你说的对。大叔，你平时不帮女孩子做这些事吗？我又不是舔狗。
你经常在这边吃饭？来过几次，跟室友，不过最近不太跟他们一起了。女生宿舍的事，不是一两句话扯得清的。眼前的女孩明显不是普通工薪层的孩子，她把每一件奢侈品都穿得极其低调。这样的女孩，天生和普通人有些格格不入去的习惯。宿舍氛围不好，太正常了。谢谢大叔，太辣了，但也非常好吃，停不下来的那种。大叔，你是做什么的？在家躺平。那你以前也是滨城大学毕业的吗？我看你好像对这一带很熟的样子。学长大叔，你那时候学什么专业？金融。许清婉也有一颗泪痣，不过是黑色，在左眼角。大叔，你说什么？我说我们学校的麻辣香饽比宾大的好吃，要不要改天来尝尝呀？不过下次得你请我了，这次可是我说了要谢你的。现在的大学生都这么热爱社交吗？我32了，你大概19。不答应就算了。下次再说吧，不早了，我有事先走了。我还没吃完呢。记得买单。他连送我一下都不想吗？您好，是陈泽天的家长吗？是的。我是陈泽天的班主任，麻烦您来学校一趟。陈泽天午休时和同学发生冲突，把对方的眼睛弄伤了，校医说比较严重，已经通知了对方家长，现在需要双方家长到场。弄伤了眼睛，陈泽天？那对方的眼睛有没有事？是他用铅笔头扎的，你快过来吧，已经送医院了，校医说可能有失明的风险。铅笔，眼睛，这罐子的报应来得这么快，这么猛烈吗？老师，对方孩子现在具体什么情况？眼睛啊，我儿子眼睛要瞎了，现在问这个有什么用？这位家长，我们是来解决问题的，不是来闹事的。陈天家长，孩子现在送医院了，我们也在等结果。事出了，只有等结果出来再商讨解决方案，其他的事都是多余。赔钱肯定是要赔的，但这钱我1分也不可能出。欺诈性抚养的诉讼会让他1分不少的吐出。有没有受伤？这是知道怕了。孩子，勇敢点。你帮你亲爹亲妈瞒着我当接盘侠的时候，可没见你怕过。陈泽天家长，医院那边说孩子的眼睛没失明，但造成的伤害还是不轻，初步判定是眼角膜白斑。现在你说说怎么回事吧。是李子婷先打的周末，然后我阻止，李子婷就来踢我。所以你拿铅笔戳他了？我就是比划了一下，不是故意的。不是故意的，你儿子把铅笔扎进我儿子眼睛里了，他要是不故意都这样，故意还得了？同学之间打闹，双方都有责任。你儿子先动手欺负同学，我儿子是阻止他校园暴力并且自卫，要罚可以，双方一起罚。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自卫，他拿铅笔自卫，那是行凶，是故意伤人，是杀人。行，学校管不了你们，我报警。喂，警察同志。爸爸，我怕。别怕，你是被欺负了才还手，是行侠仗义，帮助被欺负的女同学。小天，你伤哪儿了？让妈看看，你说话呀！我没事，妈妈，是李子婷先打周末，优先踢我的。误会，你儿子差点把我儿子眼睛戳瞎了，你跟我说误会。小天，你告诉妈，你爱玩归爱玩，你怎么能拿铅笔戳人呢？他最近刚报了击剑班，小孩子不懂事，学了新东西就喜欢比划，真不是故意的。击剑班3万8，是你掏的钱哦。别找理由，要不赔钱，要不让你儿子也挨一下，你自己选。这是聚划算啊！知道儿子眼睛没失明后，最先想到的就是救我钱。我们本来也是带着愧疚和歉意过来的。首先，发生这样的事，谁都不想看到。其次，这事儿也属于意外。你儿子虽然是有错在先，但我们的责任也不推卸，该赔多少就多少，我们不逃避。我可没忘记，眼角膜白斑属于10级伤残，赔偿款
是10万起。这个孩子拿铅笔故意扎我儿子眼睛，是故意伤害。学校管不了，我要依法追究。两孩子打闹升级，陈泽天在冲突中用铅笔扎到了对方眼睛。是对方先动手，陈泽天起初是在阻止别人欺负同学。伤情怎么样？医院说初步诊断是眼角膜排斑，具体结果要等进一步鉴定。学校什么意见？学校当然希望双方协商解决，孩子之间的事儿闹大对谁都不好。那就先等医院正式鉴定报告，该赔的赔，该道歉的道歉，都是为孩子好，尽量别闹到所里。好的好的，我们肯定配合。等什么等？结果不出来了吗？眼角膜白斑，10级伤残啊！你想怎么解决？20万医药费、后续治疗费、伤残赔偿金、精神损失费，20万1分不能少。20万，你这不是讹人吗？孩子打闹而已，怎么就20万了？讹人？你儿子把我儿子眼睛戳成这样，你说我讹人？那你让我儿子拿铅笔扎你儿子一下，我也赔你20万，你干不干？去所里谈。既然双方对赔偿金额有争议，那就走正规程序，医院出正式鉴定，我们出调解意见。鉴定结果出来了。右眼未方性角膜排斑属10级伤残，虽然不影响视力，但眼珠上会留一个白色斑点，影响外观。根据人身损害赔偿标准，10级伤残的伤残赔偿金、医药费等等项目全部加在一起，一般在10到15万之间。但考虑到受伤的是未成年人，精神损害方面可以酌情提高。你们提的20万偏高，要不双方各退一步，互相协商一个都能接受的数字。我这边也好给你们出调解书。最少18万，18万！我哪来18万？你这还是要我命啊！钱我们赔，你说个实数吧，扯皮没意思。孩子没大事算万幸，这样16万吧。角膜白斑如果不在瞳孔正中央，对视力影响不大，损伤程度得看具体部位和愈合情况。10级伤残是最轻的定级。赔偿标准是受诉法院所在地，10级伤残的赔偿金有具体分摊比例。我刚才查了对应的案件，赔偿总金额大体在11万上下。这样，所有费用全包一起，14万。如果你同意，现在就签调解书，押2万，自然也是不想以后留下什么口实，合理。赔偿吗？你要是觉得不够，那就走诉讼吧。不过律师费也不便宜，而且打官司耗时耗力，对你家孩子的恢复也不利。行。14万，现在就签。我没钱，你有啊？这个数字基本上和法院判的数字也差不了多少。我也是当了一回好人，让大家少受折磨，省得在这里扯皮。陈昂，你疯了吗？14万，这日子还过不过了？你觉得这钱不该出？我不是说不该出，但这是14万啊！这么多钱，你让我从哪里变出来？那你的意思呢？让对方去法院起诉，起诉完了判多少我们赔多少，律师费再加几万。到时候判决书上白纸黑字写着陈泽天的名字，孩子才6岁，以后读书找工作档案上都会跟着一笔民事判决记录。小天是你也是我儿子，他惹了事，咱们当父母就给他扛。现在买个教训，也是让孩子长记性，也买一个干净档案，这钱花的不亏。他又拿这句话来堵我，你当然会说这种话。钱是你出的吗？你还不是让我掏？你辞职在家躺着，花了多少冤枉钱？文慧玲，这7年，我每个月给你8000家用，你在外面花多少钱我没过问过吧？我在家躺着这几天你就受不了？这些年我给你的钱加起来，少说也有70万，70万我都给了，为儿子的14万你跟我算这个账？我没挣钱吗？我每天早出晚归。行了，现在不是吵这个时候。小天的胆子你也看到了，他已经吓坏了。还有，记得回去也别说他。这14万会算进欺诈性抚养的索赔清单里，一分不少的拿回来。文慧琳又少了14万家底，看他以后怎么活。14万，我咽不下这口气。姐妹，查到了。新恒泰资本港城注册，这家公司在槟城投资了解资子公司，叫恒星投资管理有限公司。恒星投资，陈昂和恒星投资是不是有关系？你知道了，姐妹，恒星的法人代表是谁？知道吗？谁？陈卓
是陈昂的弟弟陈卓。这家公司的注册金是490万美金，而且实缴了2490万美金，是10月18号到账。2490万美金，按今天的汇率，折合人民币将近1.7个亿，在法律上和陈昂没一点关系。1.7亿，我下午刚付出去14万，而那个男人一脸诚恳地说：“这些你70万为儿子买单，怎么了？”他说这话的时候，口袋里揣着1.7，还有1.7亿，给我70万都哭穷，他怎么做得出来？他怎么可以这么无耻？还有，陈昂家到底有多少钱？他到底骗了我多少？等一下，我在系统里看到一条新推送，联动税务系统跟外汇局有数据联动，大名外资进境会被标记推送。刚刚推送了一条消息，姐妹，你听我说，系统显示明天上午10点，又有一笔3300万美金会进入恒星投资账户，目前已经在银行清算流程里了。2490万加3300万，5790万美金，折合人民币超过4个亿，4亿人民币。凭什么？陈敖他凭什么这么多钱他全部藏着？他竟然还好意思问我要钱？7年给自己70万都唠唠叨叨念了几次？比起4个亿，70万算什么？丢路上都看不见，他应该都交给我，这些钱都应该是我的，最少也有我的1半。不能离婚，这个婚绝对不能离，必须在这之前分走他的1半家产，一定不能让他坑了我的，那是我的钱，分1半也有2个亿。得整理好陈昂所有的资料，明天就交给周律师。过来吃。今天文慧琳的行程我这边跟了一遍，上午她送完孩子去了单位，大概10点左右离开，打车去了香吉里园，待了约莫10分钟，出来的时候脸色不太好看。后来她还去了银行和手机维修店。他去银行无非是查我的流水，去手机维修店无非是解锁那部旧手机。可惜没看到他背后还接触了什么人。还有件事，床照的事搞定了，拿到手了？20万，照片我看过了，没问题，时间戳、地点、正脸都清晰。明天上午送到金融中心沈偏然律所给你打款。床照到手了，证据链闭环的进度又往前推了一步。涂稳东偷税漏税的材料、亲子鉴定和文慧琳出轨证据也到位了。下一步得弄出2人的聊天记录，进一步坐实涂远东也参与了欺诈性抚养的事实，然后就是正式摊牌了。以他的性格，一定会顺着这条线索往下查。他会找谁？阿亮，欣姐最近还说要找工作吗？怎么忽然问这个？我弄了个公司，缺一个信得过的人当财务总监。你这看来你有秘密啊。行，我问问他。18岁的时候，偶然的一个善意，没想到现在得到了一笔回报，所以就弄了公司。这事儿以后跟你细说。明天上午欣姐有空，就让她来趟金融中心沈律师的律所。好，他前2天还说你有一段时间没过来家里吃饭了。从小到大，兄弟几个都是这种相处的风格。昂子准备开公司，问你去不去当财务总监。他转性了，不怕亏了更翻不了身。不清楚，你去不去吧？去，怎么不去？小米上小学了，我整天在家带娃也烦了。对了，青婉今天发了信息给我，我看他是想打听陈昂，我要不要告诉他？告诉他？怎么不告？啊？你以前不是说别多管吗？今时不同往日，陈昂要离婚了。陈总，你方便过来接我一下吗？怎么了？喝了点酒，不太能开车。20分钟到。喝了多少？不多。骗人！
什么？你们在干什么？天然喝多了，我送他回来。你是周正，我是天然的朋友。周律师，记起来，上次我们在锦里茶馆见过，大晚上在人家门口等着你，倒是挺闲。合着上次见面，自己卖力发挥专业知识，人家连自己的样貌都没记住。陈昂，还不关门吗？周律师，有事明天去律师说，现在不太方便，很晚了，我们要休息了。没醉，醉了，但没醉到不省人事。其实应招一个身家20亿的富豪，很有成就感的。你还想当我的老板？算了，看来我的老板定力很强，不上当。还是我老了，不如小姑娘有吸引力了。你没事就行。明天有人会把床罩送过来。另外，我找了一个财务总监，他也会来。到时候你给他说下公司的状况。得了，明天又是当牛做马的一天。陈昂，可能是酒精吧。陈昂出现在玉飞家里，绝不是巧合。这个男人一定在暗中做着什么。图哥，查到了，陈昂最近频繁出入金融中心，跟一个姓沈的女律师走得挺近。红圈所出身，独立职业，专攻金融。天然，红圈所。还有，裕达被恒星投资收购，牵线人就是这个沈飘然。恒星投资，法人陈卓，和陈昂同一个地方，都姓陈。陈昂有个亲兄弟，我几乎断定了，裕达和陈傲有很深的联系。陈傲就是冲着我来的。陈泽天的存在意味着这个仇结死了，没有和解的余地。光等着陈昂来搞我不是办法，我不可能任由他坏事。卷进审判负责的抽逃租资案重要人证，1审胜诉，2审在即，沈翩然非常看重。我要的不是沈翩然输掉官司，是看陈昂的反应。这是一个试探。牛仔，你继续盯着，我先走。我跟你说个事儿。刚才我看到陈昂搂着一个女人进了那女人家。你确定？他现在在哪儿？那女人是谁？沈翩然，红圈所律师，独立职业。照片我发你。还在听吗？他现在在哪儿？我要去抓奸。抓奸抓双，他能躺在床上让你抓，你得有方法。也对，谁也不是傻子。慧琳，这其实是我们抓证据的好机会，你得掌握主动权。什么意思？把他和谁打电话说什么话都录下来，等上法庭离婚，这些都是他出轨转移财产的证据。都听你的。但我想起一件事。什么事？小天下午在学校把同学眼睛扎了，赔了14万，钱是我出的。他是你儿子，这钱你不能让我一个人担着。你想让我出多少？20万。14万的赔偿，你问我要20万？这女人变了。14万是赔给人家的，还有6万是营养费和精神损失费。你儿子在学校差点把人戳瞎。账号发我，等会儿转你。慧琳，你别忘了，我们是一体的。我说了，以后我们一家人会团聚，但不是现在。放心，找到证据我就找你商量。一体的，一家人，谁姓渣男，谁死无葬身之地。以前还指望他给我一条退路，现在不用了。在玉斐那里被陈敖诛心，在文慧琳这里又被他拿儿子敲了一笔。我曾经以为这2个女人都是我可以掌控的，现在一个联合陈昂踩我的脸，一个趁火打劫捅我的钱包。翻脸，我谁都不能翻脸，因为我还需要玉飞搭线路桥，还需要文慧琳替我盯着陈昂。陈昂有4亿，分一半也有2亿，有了2亿，我还需要涂永东干什么？等钱到手，一脚踢开就是。明天我要去找周律师，好好问一下该怎么操作。
我很确定，他在跟踪我。现在只是处理一桩离婚的事，就有人盯上我了。等以后钱越来越多，暴露出去会引来什么，我比谁都清楚。7年前，家里的建材公司是怎么被人做局做死的，我记得每一个细节。那些围落有钱人的套路，从商业陷害到人身威胁，从来不缺。文慧玲没这个资源，她最多偷手机查流水找律师，找人盯梢这种事儿她干不了。那就只剩一个答案：涂中东。他从玉飞家回去之后没有动静，但这恰恰是最可疑的。涂远东的疑心很重，手段也暗。他真要查我，那么查到沈翩然只是时间问题。想我了？说正事。上次你走了那么急，我都没来得及好好招待你。下次来记得多待一会儿，我很能干的。这个女人和我有过一次之后，是不是解开了什么封印？和第一次见面完全是天壤之别。明天中午一起吃饭吧，定了地址我发给你。现在的状态和文慧琳似乎都有不点破的默契。昨晚到底喝了多少？真不多。不多是什么概念？我貌似看到分酒器见了底，而某人站都站不稳。你倒是记得清楚，请你忘记好不好？我送你回的家，清清楚楚，忘不了。到底为什么喝这么多？之前的一个案子，1审胜诉了，马上进2审，证人临时反水，我去劝解，我约他出来谈，他灌我酒，就这么简单。2审在即，证人反水，明显被买通了，你不会不清楚吧？这不像你。我是牛马啊，老板，接了活是办不好坏口碑的。证人是做建材行业的吗？你怎么猜到的？我说涂王东找了人在跟踪我，你信不信？你最近注意点，有事记得跟我说。老板突然这么关心我，想图谋不轨？我用得着图谋不轨？昨晚是谁搂着我？那是醉话。醉话也是话。陈总，你是在挑你的法律柜问吗？我在陈述事实。说正事吧。你昨天说找了财务总监，是谁？于亮的老婆，钟苑欣。于局的夫人，她什么背景？南省财大会计系，4年全额奖学金，硕博连读的学霸。之前在省投做过2年财务主管，生了女儿后辞职，女儿今年上小学，她想出来工作。你倒是会挑油人。于亮的夫人信得过，专业也对口。她什么时候来？应该快了。太好了，我一个律师躺着1个多亿现金的账户让我代管，你知道我最近晚上都睡不着吗？再过半小时，第2笔3300万美金进账，账户里就躺着3.5亿多人民币。你要是再不找个财务来接手，我真的要跟你收代管费了。3.5亿也还好。也还好，你要不要听听自己说的什么话？你去大街上随便找个人，看谁会说3.5亿还好。钱到账之后，可以开始往外投了。租赁公司那边，谭小磊过2天就来。江宁文旅项目的投资框架，你也跟那边沟通好。框架已经有了，细节等恒星这边团队搭起来再推进。所以我的陈总，你现在最缺的不是钱，是人。苑欣，第几遍了？来不及了。好了好了，走。她肯定过得不幸福。这个闺蜜怎么就没苦硬吃呢？想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我在想陈昂最近到底在干什么，怎么就有钱开公司了？他应该有一笔钱，好像是多年前的投资，现在兑现了。应该不会很多吧？我6年没接触财务了，数额太大，我怕出错啊。你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欣姐，怕什么？
放心吧，谭小磊昨天打电话给我，说他入股了300万，估计盘子不会很大。再说，你都6年没工作了，陈昂就是再看重我的面子，也不会交给你一个承受不住的重担的。300万的盘面，加上陈昂的钱，可能是1000万上下，自己应该能应付得过来。请进。沈律，你好，我是钟苑欣。欣姐，过去那边坐。陈昂，我先说好，我离开职场6年了，你想我一下进入状态，肯定不可能。欣姐，你放心，我懂，也有准备。我这边正好刚起步，本来就没多复杂，你有时间适应的。果然，女人不能丢了事业，否则性格都要跟着磨没了。心怎么了？有问题吗？流纵资产1.3亿，注册资金10角。没错，有问题。没问题，很有实力。对了，欣姐，大约再过1个小时。另外有3300万美金进账，折合人民币2.2亿左右。到账之后，流动资金会接近3.5亿。我6年没上班，第一次来面试，你让我看这个。我刚才说3.5亿多躺账户上，我都担心的不敢睡。某人还说也还好，是不是他说的？你牛逼，欣姐，我服了。我并不是没见过世面，父亲是省税务系统的干部，进的是省投公司，见过的大数目比这3.5亿多得多。但这么多现金实实在在摆在面前，我还是震撼，因为这钱不是国家的，而是个人的。更震撼的是，他跟我很熟，是身边经常出现的人。眼前这个谈笑间调动几亿的男人，我恍然想起他开着破迈腾，穿着洗得发白衬衫的样子，和记忆里那个落魄的影子怎么都叠不到一起。此刻我很想找个人倾诉，比如许清柱，我要告诉他，姐妹，你那个前男友他妈的有3.5亿现金。比如于亮，我要对他说，呆子，你那兄弟是亿万富翁，实打实的亿万富翁啊，他不是那个落魄的没有一点自信的男人。那开始吧。这是恒星投资的账户结构，港城新恒泰的外汇结算通道，返程投资的合规框架，裕达供应链的财务状况，正在筹备的租赁公司的预算，返程投资那条通道合规框架是走 VI 还是双 SPV？ 双 SPV。 不愧是当年拿了4年奖学金、硕博练读的学霸。第一，裕达供应链；第二，租房租赁公司；第三，江宁文旅项目。3个板块都需要独立的管理团队。裕达那边可以先维持现状，让陈壮以监事身份继续过渡。租赁公司需要谭小泽到位之后立刻搭建。至于江宁那边，要不要先动起来？可以，但要先组建项目团队，不能只靠一个人去对接。沈律一个人做不了所有事。我就是这个意思。这2周先把裕达的财务系统整合好，然后把租赁公司注册下来，找办公场地。江宁文旅那边，到时候我跟着去走一趟，把投资框架细化。等那边给了准话，我们再招人组建项目组。几句话，直接敲定了3件事，和沈凡然一样。优秀的女性，任何时候都能闪光。陈昂，你知道今晚回来了吧？知道。我昨晚跟他发过信息，要不要组个局？你投资江宁文旅项目，是不是因为他？不是，纯巧合。我不信。我打算投的时候，连这个项目都不知道。即便真是巧合，也莫名有些心虚。你们俩怎么都一个样？他昨晚也是这么回答我的。7年前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
我先去一趟江宁见他。不管你们俩什么打算，文旅项目总要对接。我的事，请不要对他说，好吗？我会保密。钟月新开会时提出他要去一趟，肯定不仅仅是为了公事。我很感激他的所作所为，但牵扯了恩怨的事，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解开的，一切都是命。3.5亿买3幢当然不够，第3笔比特币不用多久能到，可以先谈。涉及到几个亿的生意，又不是买白菜，哪能一次谈成？中型栋2.6亿，2栋小店栋1.4亿，总共4亿左右，能谈下来多少？可个千把万问题不大。我的老板，你这是惊吓还是惊喜？先谈着吧。你要担心，那就帮忙盯着下一批比特币。行，你是老板，你说了算。对了，刚才有个叫江山的人来了，送来了你前妻的床照。不用跟他说，以信息咨询费的名义走账。要不要做合规信息咨询协议？不做税务会有漏洞。不用，就这样，我回来签字。小朋友，还记得叔叔吗？你是上次那个叔叔，我差点以为是人贩子。你怕人贩子抓你，那你怎么还一个人在这里玩耍？梅奶奶在那里保护我。我们是朋友，对不对？梅奶奶，叔叔是我的朋友。梅奶奶是你家保姆吗？你怎么知道？如果是你的亲人，刚才就不会坐回去。如果我是人贩子，抱着你就跑了，他追不上。你说的有道理，我要和外婆说，万一我被抓走了，妈妈会哭死。你的想法是对的，这种事一定要告诉大人，不然出了意外就来不及了。我知道的，我还要告诉我哥哥，下次梅奶奶带哥哥出去玩，要让他自己多注意。今天你哥哥为什么不陪你玩？哥哥去外公家了，我不喜欢那里就没去。你为什么不去？不喜欢外公？外婆说了，外公坏，他害惨了妈妈，谁害妈妈，我就不喜欢谁。那你们爸爸呢？他不保护妈妈吗？妈妈说，爸爸去了很远很远的地方。这小丫头挺可怜，几岁就死了爹。上次你说名字不能告诉陌生人，我们是第2次见面，是朋友了，你该告诉我名字了吧？那好吧，我叫许昭丽，昭是昭君的昭，丽是琉璃的丽。许昭丽，好名字，也姓许，还真是巧。小昭丽，我还有事要走了，我们下次再见。4个亿呢？要是我1分钱都分不到怎么办？可如果他突然死了呢？妈妈，我真的不想学，花了几万的学费，不想学也得学。每一张都得留一份底。蝴蝶莲是他养的，这是他家客厅。那半杯水不是他喝的，他喝咖啡，不喝白开水。有人在那客厅里坐过，喝了他倒的水，
那个人是谁，我比谁都清楚。我认识他3年，追了他2年，只做了1个礼拜男女朋友，连他妈手都没牵过。而那个男人，只认识几天，要么把人抢回来，要么彻底释怀。可我越想，心里那把火就窜得越高。此刻的我就像被拴在墙角的狗，眼睁睁看别人端走自己够了一辈子也没够着的那只饭碗。别说释怀了，只怕我还在释怀，那边就要显怀了。周律，文女士到了。文小时，坐。材料带来了？带来了，全都在这儿。我这辈子的全部指望都在这一沓纸里。文女士，我问你几个问题。你先生名下的银行卡除了这张工资卡，还有没有其他的？我查不到，他给我的卡就这一张。这上面没有大额存款。你先生辞职前月薪12000，辞职后这张卡上几乎没有入账。还有，你之前说恒星投资有2000多万美金现金，这个钱在不在他名下？这里没有体现。恒星投资的法人是他弟弟陈卓，注册资金2490万美金，实缴的。这家公司今年10月底才注册，这笔钱肯定跟陈昂有关系，法人是他亲弟弟。那新恒泰的股东是谁？查不到，港城那边的公司信息不公开。文女士，退1万步来说，就算你怀疑这些公司是你先生实际控制，你也需要证据来证明。哪怕是一份他签过字的公司文件，一封以这家公司名义发送的邮件，一段他承认自己是老板的录音，这些你有吗？恒星的法人是陈卓，不是你先生。你先生和恒星投资之间目前没有任何直接的法律关联。你凭这些材料去打官司，连立案都不一定立得进去，更别说打赢。所以你先生这个人很谨慎，没有露出任何法律上的破绽。这案子赢面太小，全是蛛丝马迹，没有一件直接证据。硬骨头咬不动还崩牙，官司打不赢，委托费还不如我在直播间讲鬼铺故事赚不多。所以文女士，你这案子我接不了，你另请高明吧。我不甘心分不到陈昂的钱，明明是合法夫妻，我为什么不能分一半？他如此算计我嫁了他7年，哪怕还……但我可是实实在在的付出了7年青春，这在他眼里竟然狗屁不值吗？这口气不出，心气不顺，我会憋死。怎样才能出气？只有钱。周律师，我还有其他证据，是他的照片，这是别人发给我的。昨晚他就和这个女人搂搂抱抱一起回的家，我有人证，亲眼看到的。传过来，你将照片传到我的工作手机上，把照片打印出来。照片里2个人的正脸都看不清，而且2人的身份也无法确认。这都不算吗？都抱一起了。他完全可以说是醉酒后搀扶。文女士，这连出轨都算不上的，案子赢不了，我没必要砸自己的招牌。好吧，谢谢周律师了。如果有新的证据，我再来找你吧。周律，这些照片，这个女人就是沈翩然，而这个男人就是原本要委托我处理离婚官司的、开宝马的、没戴名表的陈先生。还是，哪怕照片模糊，我还是认出来了。操你妈！哪里是什么醉酒搀扶？他俩一起回了家，还是当着我的面说的。他妈的，文慧琳那个隐匿财产还出轨的渣男老公，就是那个无视我、对我不屑一顾的男人。姐，这案子一定要结。
官司一定要打，而且要往死里打。温女士，你的案子我考虑了一下，决定接下来。这么忙，晚了10分钟了。跟一个朋友多聊了2句。狮子头、蟹粉豆腐、文思豆腐糕，再来1份清炒河虾仁。他是天生极具张力的那种人，若我是个小姑娘，怕是无法逃开这种大叔的吸引力。和这样的男人在一起，起码我的身体……你上次走得那么急，今天怎么想起来约我？说了有事问你。我还以为你会顺带关心我一句，比如问问我睡得好不好。你睡得好不好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有关系。你上次负责吗？昨晚一辆商务车跟踪我，牌号我记下来了，苏 A JAX55，我想和涂通东有关，你知道吗？老唐，问你个牌号，看熟不熟？苏 A JAX55。牛仔，牛进，宏盛金融服务公司老板，注册地址在新区金桥大厦。一个做催收出身的，大晚上蹲在沈翩然家楼下，不会是巧合。他跟涂问东什么关系？你猜的没错，以前涂问东有几笔烂账，就是他帮忙催回来的。江山也能做商业调查，不问他，是怕同是行内人打草惊蛇。涂远东度量非常小，上次我们把他刺激狠了，他不查你我都会觉得奇怪。后悔吗？你说呢？不后悔，那就好。我舍不得你。陆桥和涂庸东什么时候签合同？貌似是后天，周2吧。你是怎么说服他的？如果涂远东的工程出问题，影响进度，他也会有麻烦吧？麻烦肯定有一些，不过他在陆桥经营多年，这点事儿问题不大。陆桥这么大的坛子，不至于兜不住一个4000万的项目。自从我爸去世后，胡歌是帮我最多的人了。他是我爸一手提拔的心腹，非常尊重我爸。胡哥，远方的那个合同定的什么时候签？后天上午10点，这边合同审核完了。这个项目的具体情况，胡哥能不能跟我说说？涂东东又出幺蛾子了，你那朋友靠谱吗？别到最后赔了夫人又折兵。我相信他，他收购裕达的事你不是确认了吗？这样吧，你只要记住一点，这边的工期催得很紧，非常紧。裕达如果真能断了原材料，涂远东会很被动，其余的不用我多说了吧？行，不用了，胡哥，谢谢你了。我们之间就别客套了，裕局是我最尊敬的人，我不会坐视涂玉东如此欺负你的。我去下卫生间。胡歌这番话，是父亲去世后为数不多的温暖。他是给我留出调整情绪的空间。望着他的背影，我心里莫名涌起了一丝涟漪。老板，有事？急事。陆桥那边后天跟涂远东签合同，刚才胡全宇和玉飞通话中，他着重提到了工期非常紧，我觉得有问题。查这栋楼所有信息，开发商、产权、债务，有没有挂拍卖平台？给我半天时间。你今天帮了我2个忙。那你怎么报答我？你说。上次你走得太快，现在吃完饭去我家里坐坐。你确定？当然，
涂完东应该没有机会睡。那走吧。陈师傅，家里的下水道堵了，请你帮帮我。去哪里喝？当然是我的。你不想？又是刺五，滨城满大街都是刺五，开 X45人也不止陈敖一个。这几天被玉培和陈敖刺激的，看见宝马就神经紧绷。公司终于能喘过气来了。裕达那边不踏实，对方一直在查账，查的还是下游供应商的资金往来。陈昂想干什么，他心里有数，这摆明了是冲我来的。跟陆强的合同签了，万一陈昂拼着损失违约金也要断我的原材料呢？虽说还有2年合同，但生意场上合同是纸，不是铁链。真想断你的供，2年时间差，足够对方找100种理由卡你。更何况我跟陈昂是解不开的死仇，所以我不能等死。裕达的死对头，鼎新建材。涂总，星辰的中午离开了金融中心，他去了老郊区。哪儿？老城郊，我兄弟发了定位过来，大概在琼景苑附近。他从中午就一直在那边，车子停在小区对面。琼景苑。玉飞一直有午睡的习惯，他之前没回应，路边又停着那辆 XX5，他妈的，是陈安和玉飞在一起。玉飞，你在哪里？你到底在哪儿？在家。你在干什么？陈昂，我操你妈！玉飞，你他妈让他滚下来！耻辱，简直是巨大的耻辱！这一生的耻辱，都比不过这几分钟的一通电话。前夫哥，有事，你不应该去忙后天签约的事。你就这么……涂先生，我想你弄错了一个概念，婚内税。离了婚，它叫自由恋爱。恋爱？他跟你有感情吗？你知道他就是利用你报复我吗？他报复你，关我什么事？有的聊，有的说。不叫感情，叫什么？非得跟你一样偷偷带，然后还被捉了出。玉飞，别在我这儿吼，你只是一个前夫，陌生人而已。再不走，我可报警了。好，你很好，希望你别后悔。喂，
喂，钱总，我这里有些裕达的消息，你大概会感兴趣。有时间一起坐下来喝喝茶。周律师，你刚才说……先坐。首先，我得先跟你说一声抱歉。其次，你骗了我。那个，我是有原因。温女士，我道歉是因为我的专业上出了一点问题。在正式签委托协议之前，有一件事我必须先跟你说清楚。照片上，你的丈夫陈昂我认识，另外，他旁边的女人我也认识。周律师，你是怎么认识他？他前2天找了我，让我代理他的案子。他是我的朋友，也是一个律师，不过是金融律师。周正是专攻婚姻的律师，所以陈昂早就在准备后路，他早就想甩开我。周律师，他和你都说了什么？说了很多。但我没答应他。温女士，你说有没有可能，你丈夫并不是你想象中的那么疏忽大意？他或许已经知道了你的儿子不是他亲生儿子，并且知道你们的奸情。所以，我说你骗了我。你的意思是，陈昂知道一切？当时他是和他的律师一起来的，委托我打一个离婚官司。不过当时他全程都没有透露身份，只是一边听我阐述观点，一边问问题。什么？他问了什么？欺诈性抚养。他问了2件事：第一，亲子鉴定在法庭上能不能作为证据；第二，欺诈性抚养的索赔金额一般是多少？陈傲那天从老房子里回来，就不对劲。他知道，他一直都知道。他当时说不离婚，原来不是因为舍不得，是因为还没到摊牌的时候。他辞了职，换了手机，隔3差5问我要钱，报兴趣班也问我要钱，吃海鲜大餐也是我付的账。他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，而他手里却攥着4个亿，这都是他在报复。他明明有那么多钱，却连曾经给的钱都要拿回去。他把我当什么了？我这7年的青春算什么？我付出了这么多，竟然什么都得不到吗？7年，他欺负了我几10次，他难道不该负责吗？他不仅知道孩子不是他的，而且已经在筹备离婚诉讼了。亲子鉴定一定做过了，你出轨的证据大概率也拿在手里。他现在还不动，可能是因为他还没拿全证据，也可能是他想在证据完整的优势条件下跟你谈判，把财产分割谈成对他有利的局面。周律师，那我怎么办？如果他起诉我会怎么样？婚内出隐瞒孩子，这2条会让法官在财产分割时倾向于他。你不仅分不到钱，还可能净身出户，并且需要支付他的巨额开销。不仅如此，欺诈性抚养一旦成立，你需要返还这7年他为你和孩子的所有支出，抚养费、教育费、医疗费、保险费，还有精神损害赔偿，少则几10万，多则上百万。温女士，你没事吧？不好意思，我只是有点不舒服。之前还有所猜测，现在终于实锤了。他就是在看我这个上蹿下跳的小丑。从他知道了我不是亲生的后，我就从一个算计者变成了被算计者。这种滋味，真比杀了我还难受。温女士，请你听我把话讲完。我们并不是没有机会，虽然我们能赢的概率不算太高，当下最重要的事不是进攻，而是防守。你若想我代理你的案子，那你不能再对我有所隐瞒，必须无条件的按我说的做。如果你不相信我，那么我不会接这个案子。虽然输官司的概率很大，但陈昂和我有着夺妻之恨，绝不能让他好过。从现在开始，
你必须将所有事情事无巨细的都讲给我听，不要有隐瞒。你知道，后果很严重。陈昂从一开始就不爱你，和你结婚也是迫于压力，所以他从一开始就在防着你。陈昂家破产也可能是真的，所以现在我们能判断，大概率陈昂又发家了，而且发家肯定是在你们婚后。我们只需要拿到他婚后经营的证据，他的经营收益都有你的一份。接下来，你需要做这几件事。首先，第一步，关于孩子的一切，你必须咬紧一点。你说自己从头到尾都不知道陈泽天不是陈昂的亲生儿子。你一直以为孩子就是陈昂的，没有任何人知道真相，听懂了吗？他证明不了你知情，就谈不上欺诈。主观意图这种东西，太难证明了。第二步，你必须马上着手收集陈昂隐匿财产的证据，他写的东西、签过的文件都留存下来。装监控的计划必须立刻推进。第三步，你说过有个闺蜜在税务局，务必说动她帮你调查恒星投资的内部财务，知己知彼才能百战百胜。看着文慧玲。第四步，你把所有关于陈昂的材料全部复印一份，交给你最信得过的人，然后告诉陈昂，不是正式警告，就是随口提一句，你已经把材料交给了别人，要让他知道，他敢对你下手，这些东西会被公开。我这是帮你把最后退路安排好，也是下一步棋的铺垫。我们需要舆论的力量。最后，你必须尽快和涂远东联系，让他将你们之前讨论孩子的所有消息全部销毁删除，一丝不漏。谢谢你，周律师，没有你，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才好。该说的我都说了，接下来看你自己了。有准备的人才能成功。今天就先谈到这里吧。给秘书发消息，让他取消这周所有非紧急的预约。接下来需要研究恒星投资的股权穿透，鼓动文慧玲的闺蜜给陈昂制造麻烦。只要能拖住陈豪，迟早会找到他的破绽。我不仅要让他输掉官司，还要让他身败名裂。我要让沈翩然看清楚，他选的那个男人是怎么被我拆成碎片的。当然，如果最后文慧莲分到了钱，我不会介意要上一笔丰厚的律师委托费。舒畅，生理上舒畅，心理上也舒畅。涂永东找人盯我，我就是涂永东的前妻，他会觉得他的尊严被碾压在了我下。玉飞同样是看到了善到了他性格的缺陷，所以才肆无忌惮的配合，也逾越了他自己。以牙还牙，这笔账算得明明白白，连本带利。阿亮，帮我查个人。说。牛仔，宏盛金融服务公司的老板，注册地址在新区金桥大厦，以前做催收的，手下养了10几个马甲，昨晚盯了我一路。车牌号有吗？有。你别动他，我来处理。跟踪是治安案件，我这边立案不方便，跨区了。不过我有人在市局经查，宏盛这种公司查一查总有问题，给我点时间。行。欣姐在你那边怎么样？上手快得很。沈律师一交完财务，他看了眼资产表，什么都清清楚楚。今晚有空来家里吃饭。行，晚上过去。在头疼那个证人反水的事，那财务总监反水之后，对方在2审材料里加了一堆新证据。我今天重新看了一上午，发现他们连1审已经确认过的几笔流水都准备翻案。不提这个，你让我查的那栋写字楼结果回来了，还挺快的。圈子里的熟人多，这些事也不是多大的商业机密。写字楼业主是明州置业，母公司是江省的江阳地产。去年底他们在港城发了一笔美元债，今年8月到期。江阳拿滨城这栋楼做了抵押，结果8月份江阳在杭城的一个大盘烂尾，资金链直接断裂，美元债违约，这栋楼被银行列入不良资产处置清单。现在挂在拍卖平台上了？还没有，但也快了。
远洋那边急着把楼装修完抬都值，就是想赶在银行强制拍卖之前找到接盘方，把价格往上顶一顶。胡全勇暗示玉飞工期很紧张的时候，我听着语气就有点偏沉，所以没有出乎意料。应该大差不差的。路桥是总包，他们比谁都清楚业主方的资金状况。这栋楼比之前看的2栋怎么样？你之前看的那栋中型标准栋2万平米，均价1.3万，总价2.6亿。业主方是本地大企地产，而明州置业的楼接近3万平米，地段更好，就在玉水路和新城大道交叉口，正常市价应该是2万出头，总价大概6亿左右。这至少需要你再出一批比特币。你觉得4亿能拿下来吗？你真想拿下来，甚至可以压到3.5亿左右。江阳明显的爆流盘，业内谁都清楚，接手就背着隐性债务风险。另外，他即将被银行划入不良资产清单，若走强制司法拍卖，第一次起拍就得打7折，再流拍还得往下掉，到时候价格只会更低。最重要的是，涂云东还会把装修工程搞砸，到时候工期延误变成烂尾楼，业主会求着我买。那就等涂立东先签合同再说。不过，你确定他会被划入不良资产清单？花了10万来的消息，可不可靠看之后的验证。这栋楼拿下来之后，你打算怎么处理？路桥的总沟合同继续执行，主体工程和装修款一分不少，但装修分包商得换。至于涂望东的合同，到时候再跟他谈，赔多少钱法院说了算。这件事还要用到路桥，他们肯不肯配合？我的大老板，你上午说要买写字楼，我还觉得你是不是疯了？现在听到你还要买价值6亿的写字楼，我才觉得你上午的提案已经很保守了。哥，裕达这边的账有些问题，你现在方便过来一趟吗？写字楼的事我会和欣姐沟通。另外，谭小磊这边你需要他尽快赶过来，团队的组建他最好从头到尾都参与进来。走了。你那个案子或许很快会有结果，宽心一些，多注意休息。老板，你又在关心我，你不怕我感动吗？想多了吧你。接下来还要你帮我盯着裕达跟远丰装饰的合同漏洞，买写字楼的法务更是需要你掌舵。万恶的资本家！怎么了？你先看这个。我这几天在查裕达这2年的供应流水和账目，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这家远东装饰在裕达的供应价比市场均价低了5%，而且从3年前开始就是这样，一直没变过。远东装饰低了5%，不是量大批的折扣，而是合同价低本就比市场价才55%。我查了，公司的毛利8%，这是完全给人做假意了。而且他们付款周期比其他客户宽松得多，别人1个月付清，他是2个月。这种待遇在整个裕达的客户里，远东是独一份。我查了当时的签字人，是前任滨城区域销售经理蒋伟，是他和远东签的长期供货合同。哥，以前我们可能管不着，但现在这是在搞你的钱，绝不能不明不白。我这几天在查裕达这2年的供应流水和账目，发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。这家远东装饰在裕达的供应价比市场均价低了5%，而且从3年前开始就是这样，一直没变过。远东装饰低了5%，不是量大批的折扣，而是合同价低本就比市场价才55%。我查了，公司的毛利8%，这是完全给人做假意了。而且他们付款周期比其他客户宽松得多，别人1个月付清，他是2个月。这种待遇在整个裕达的客户里，远东是独一份。我查了当时的签字人，是前任滨城区域销售经理蒋伟，是他和远东签的长期供货合同。
哥，以前我们可能管不着，但现在这是在搞你的钱，绝不能不明不白。不是多大的事儿，放心吧。对了，那个蒋伟呢？他在不在公司？这也是我要说的。这人今天上午还来公司开了会，下午就不见人了。问办公室的人，说他去跑业务了。我打过几通电话，都没人接。八成是要跑路了。你怎么查到的这些东西？那天你打电话叫我来滨城，分公司那个经理把我开了，我也没想到你竟然收购了裕达，还把我安排当监事，这权力落我手里，我不把那傻逼查个底儿朝天，我不白干了。然后查着查着，就发现了好多问题。牛逼！这真是无巧不成书。把你查到的东西都收一收，晚上跟我去余亮这里吃饭，到时候再说。喂，偏然，帮我找车行再订一台车，型号和配置等还发你。涂万东的动作是真快，中午刚刺激他一把，下午他就出招了。涂运东会防着裕达，这点在昨晚察觉有人跟踪后，我心里就门清。只是没想到狗东西动作如此快，下决心如此干脆。若不是陈卓查出问题，这事还不知道什么时候爆雷。刚想着让沈平然从合同入手找茬，他自己就送上这么一个大把柄，暗道这或许就是时来天地皆同力。以前家里的霉运大概都散去了。今晚陈昂来家里吃饭，你多买点菜。傻老公到现在还以为陈昂只是有了一点钱，等晚上知道他兄弟的资产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。怎么买这么多？本来你兄弟来准备点家常菜就行，不见外。但现在他是我老板了，得多做几个菜。欣姐，这有点过了吧？家常便饭搞这么个档次，你懂什么？不对劲儿，也太便宜这小子了。陈昂现在有能力了，咱们关系好归好，但多几分尊重和礼遇没错的。我们打小的兄弟，也不是一顿饭的感情，你这是破费。他有能力了，我只为他高兴。说了你不懂，我知道你们男人之间的感情纯粹，关系呢是要经营的。你可能不需要他帮什么，但咱小米长大后就难说了。我爸迟早是要退的，你这自诩正义的脾气，到头来也爬不到多高的位置。你这么一说，我还真好奇了。请我欣姐当财务总监，确实不太像小打小闹。说吧，到底是个什么规模？规模不好说，反正目前正准备一个中介租房的项目，还有一个度假休闲类的文旅项目没启动。你就放心，他资金没你想的那么紧张，也不会缺咱这200万。他摊子铺这么大，不怕资金跟不上。谭小磊说凑了300万，你这么看好，要不咱们将那200万定期取出来搏一把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欣姐我是恒星投资的财务总监，你说我怎么知道？亮哥，我也过来蹭饭了，不会打扰到你和嫂子吧？都是兄弟，别废话，速度进来坐。吃饭得等会儿，你们先坐聊聊天。嫂子好。欣姐你忙，不用管我们。小米呢？好些天没见这小丫头了。
子叔叔，上次你说给我带那个会亮的画卡呢？叔叔今天忘了，下次一定带。哼，下次一定给小米带最亮那个。昂子叔叔，吃水果。小米真懂事。哎呀，弄坏我头发啦！有女儿真好，小棉袄最贴心。小卓最近怎么样？上次在麒麟院吃饭没来得及细聊，后来问小磊，他说老家那边把你开除了，现在你在滨城干什么？还是在裕达。那就是没开除喽。我哥收购了裕达，我现在是裕达的监事。你收购了裕达？我记得裕达的盘子好像不算小吧？老板要退休，儿子在国外，我就正好盘下来。你花多少钱盘下来的？3000万出头。好家伙，兄弟背着我开路虎了，牛逼了！3000万，难怪小磊要卖超市过来跟你。你们一起搞事业，我是支持的，但该有的规矩不能乱，别最后兄弟反目，到时候我只会占理。小磊自己也不想待老家了，正好我这边有事，大体上算是带他一起做点事儿，不算入股。豪华大餐啊，欣姐，受累破费了。欣姐，这是假公济私，她在庆祝自己找到新工作。倒你的酒吧，别拆我台。别急，遇事先拍个朋友圈。某人躲什么？当你是明星，谁都想看吗？对了，小卓，你把裕达的账目问题跟欣姐说一下，等吃完饭让她看一下你的材料。裕达的账目，你不会接了个雷吧？苑鑫不是恒星投资的财务总监吗？你让苑鑫看裕达的账？欣姐是恒星投资的财务总监没错，但架构上，裕达是恒星的全资子公司，账目有问题，她当然要过目。全资子公司，这话听着怎么这么高大上？所以你说的二手中间以及休闲农庄之类的项目，其实并不简单。那可不，咱昂大老板看上的怎么会是小项目？哥，你还弄了别的公司？合着你俩把我和小卓当猴耍是吧？好吧，目前恒星投资的业务除了裕达，然后就是准备买写字楼用于租赁。另外，你们老家县里的1号工程，恒星正在接触，拟定的第一批投资大概6000万以内。所以，我的兄弟，你竟然是亿万富翁！别耍我们了，到底有多少？你老婆最清楚，问她吧。好吧，用你兄弟的话说，只是流动资金多一点而已。多一点是多少？3个亿？确切的说是3.5亿左右，全现金，正趴在恒星投资的对公账户上，随时能动。目前是3.5亿流动资金。高中那会儿，我不是经常在学校后门网吧吗？那会儿认识了网吧的网管，交情还行。有天晚上他出事要跑路，我取了1万给他，当时只当个人情，也没想着他还，结果一过就是10几年，我给忘得干干净净了。就那个经常通宵守着电脑的傻福，那然后呢？就是他。然后前阵子我去老房子收拾东西，翻出来一个旧 U 盘，他当年给我的，里面有一些比特币。这理由我也是第一次听说。荒谬。之前电话里你说的，之前帮了一个朋友，
现在得到了回报，就是这些比特币吧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这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后来他出车祸挂了，我也没去要钱，更不记得还有他给的一个 U 盘了。这也许就是塞翁失马，有这样一个大运撞上来，昂子，你可要好好把握住啊！另外，那事儿你可得当心，该自己的可不能给了别人。这事儿我也是第一次知道。我那天问他哪来的钱收购裕达，他说他做点生意赚了一笔。今天要不是来你这儿，我都不知道这一点是3亿多。行了，不是不告诉你们，前阵子事多，钱刚落地，公司才搭起来。今天这顿酒算是正式通知，以后我翻身了。云溪，你看这一栏。白天跟我说的那事儿有点眉目了，经侦那边摸过底了。宏盛这公司挂着金融咨询的牌子，实际做的是高利贷。2年内放出去的资金超过1000万，年利率全是36%往上。催手的时候动过手，报过2次警，最后都私下和解了，没人深究。数额够不够进去？够，非法经营。经侦那边已经准备材料了，查了他这2年的银行流水。除了放贷，还有几笔往来账和远东装饰的公司账户对得上。金额多大？你倒是会抓重点。放心，够拘留传唤了。那如果涂远东还有收买证人、干扰司法公正的嫌疑呢？如果还有这事儿，那我就能对他采取强制会措施，包括电子取证。这就不用起诉文慧琳重婚。也不用打草惊蛇了。我的老板下班了，注意时间。有正事吗？你手上的那个案子可能会涉及到涂远东，你明天可以把材料准备一下，有人会拿着查一些东西。什么事儿都能和涂玉东扯上关系，我强烈要求加工资。没问题。不仅加工资，我还给你减少工作量。远东装饰和裕达的合同你不用研究了，我这边另有安排。老板，你可算当了一回有良心的资本家。刚刚说的资料，你准备一下吧。市经侦有人会来找你做例行询问。好的，我明天上午整理好。跟踪的人当时就是冲着我沈片然来。抓人，审。牛仔公司的马仔，身份信息都捋过了，需要做到哪一步？查清他和涂远东的往来就行。1、2天就能出材料，材料到了就能一并把近期的所有关联账户流水和通讯记录全部调取。等记录到手，我就会提起欺诈性抚养的诉讼，给这个稀里糊涂的7年画上一个句号。你这么确定他们之间有合谋？你说一个6岁的孩子都知道自己亲爹是谁了，没合谋你信吗？那你又这么笃定他们之间一定有聊天记录？文慧琳其实没主见，有点小聪明。根据涂冰东前妻的消息，他们2年前就勾搭上了。亲眼看到文慧琳在厨房鬼鬼祟祟发信息，按照出轨女人的习性，有风吹草动。他们第一想法找奸夫拿主意。远东装饰这个合同，降幅只有4到5个点。行业内的长期协议本来就有优惠，审计上基本上是看不出猫腻的。最重要的是，也属于正规流程签约的，票据、合同、流水全齐。账面完全合规，3.5亿，瞧把你乐的！之前在厨房逗我玩有意思吧？一天天脑子里想的尽是恶趣味。我就想我的歹子老公什么时候能反应过来，结果你到吃饭的时候还蒙在鼓里。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高中他帮我写作业，大学他请我们吃遍宾大后门整条街。他家里破产那天晚上，他蹲在马路边给我打电话，声音抖得不成样子。喊了我一声哥，我说你在哪儿？我来接你。他说不用，他就是想听听熟人的声音。你明白那种感觉吗？你最好的兄弟在泥潭里趴了7年，你却没帮上他什么。现在他翻身了，你知道我第一反应是什么？不是替他高兴，是害怕，怕他步子迈太大，怕有人盯上他。他今天在阳台上跟我说了一些事，那时候
我就想起他爸。 7年前钟辉建材被查，查账的人只用了3天就把本来没什么问题的税务翻出了大问题。我想他也是怕的。他说了什么？为什么你会这么想？税务动真格要查，有几家公司能顶住？你爸是老税务，你肯定清楚。权力的一次小小的任性，大概是这样的。我也只是听陈昂喝醉酒的时候，偶尔听到他提过一些碎片。那这些事与陈昂跟你的在阳台上说的有什么关系？没什么大的关系。我只是感慨，陈昂准备打离婚官司，告那个女人欺诈性抚养。那孩子不是陈昂的，所以知道陈昂如今翻身了，又有这么多钱后，我真怕他做出格的事。你想啊，当年他家的税务本来不是什么大问题的，但确实有违规的地方，这就是导火索。现在陈昂有这么多资产，他若是干了什么违法的事，以后有人盯上他，这些都将会是射向他的子弹。那你劝了他吗？不用，他比我还明白。他跟我说陈泽天不是他的种那天，我就准备无论如何也要帮他这一次，大不了背个处分。结果他什么都安排好了，收购公司、隔离资产、布证据链，现在连财务总监都找了我老婆。他每一步都没让我沾手，他不想让我为难。你们兄弟俩一个违规都要帮对方，一个把事儿全扛了不让对方沾，我感动了，老公怎么办？这你也磕？带娃6年，你都刷了些什么玩意儿？怎么不行吗？我从小就立志当一名科学家的。他这个人啊，什么都算计，但从来不把看中的人的感情算进去。我想着过2天去江宁，当面告诉秦婉。告诉他什么？我是想当面告诉他，陈昂离婚了，他现在一个人在滨城，而且他还被人算计，帮别人养了6年儿子，他很苦。他们俩当年分开是因为什么，我也不清楚。但我知道陈昂心里一直都有他。就像他被迫结婚7年，你听过他提文慧琳的名字吗？见过他带她参加过聚会？对，连她的名字都不愿意提。反正我是根本没和那女人打过交道。希望他俩能有一个好结果吧。这事儿咱们也只能敲边鼓，毕竟不清楚内情。希望这次别再错过了。哥，你也在准备离婚？爸妈那里先别说。我知道，老家那边什么风气就那样。咱兄弟俩同时离婚，妈还好，爸那个性子，出门买包烟都觉得别人在议论他。你能考虑到这一点就好。我和妈通过电话，妈说她想通了一些，若是再给她来这么一下，估计又会缩回去了。那家里的事怎么弄？陈卓，今天去裕达总部，你觉得公司现在怎么样？你不提，我都想和你说。我感觉总公司比我想象中乱多了。财务那边账目乱，行政前台下午不在岗，走廊乱糟糟没人管。周玉达卖了公司，没有做好善后的工作，这让很多中层乃至高层都觉得未来前途不明，而下面的人有样学样，有的在混日子，有的甚至开始在捞油水。那你觉得该怎么办？公司需要一个能镇得住场子的人，将管理抓起来，抓不动就洗牌，该留的留，该滚的滚。要不你顶上去指点一下？你又不是不知道我扛不起，指点我哪行？指指点点我倒是拿手。我想把老爸弄过来当总经理，让他扛起来。哥，咱爸现在那个性子，你让他去当保安还行，当总经理？开玩笑吧？不是让他现在就去管业务。周玉达马上要走，
公司需要一个能压住中层，盯着财务，让下面的人不敢乱来的人。而爸呢，做了几十年建材生意，中辉最辉煌的时候，手底下也有500来号人。他不是不懂管理，只是那次破产把他的脊梁骨打断了。那你怎么让他同意？演一场戏。明天我和周玉达沟通下，就说你救过他一次，所以把他从分公司调进总部当监事。而当他知道你是陈中辉的儿子后，就生出了想找爸当总经理的想法。因为他要出国一段时间，而以前他和爸做过生意，知道老头子有能力。周瑞达他能同意吗？交接上的事都差不多弄完了，他也不准备来了。只耽误他1、2天，这点小忙他不会拒绝的。对于他来说，公司卖了，谁来管理都与他没关系。爸那里会听安排，他那副死气沉沉的样子，我觉得我是说不动的。这事我来说，你明天就抽空回趟家，把爸妈接来，我来和他谈。那亲戚那边怎么办？爸一进裕达，二伯和小姑肯定觉得老陈家又起来了，到时候是来攀附还是来逼债，都麻烦。就是要让他们来，得让爸亲眼看看他那些亲兄妹是什么嘴脸。确实如此，爸再这样愚孝下去，真的没救了。爷爷都死了这么多年，就因为他临死前一句话，道德绑架了咱爸这么多年。以前我们风光的时候，他们哪家没有跟着沾光？现在落魄了，都想上来踩一脚，证明他们比爸强。你知道吗？我曾经无数次深夜里想着，我若是翻身了，我将把他们在我们身上踩过的脚印一个不落地踩回去。现在我有能力了，你说我要不要这么弄他们？哥，他们最终还是凑了几百万的。他们的债我会还。奶奶生日那天，我把钱带回去，连本带利，1分不少。我会当所有人的面说清楚，从今往后，咱家不欠任何人，以后和他们也断绝所有关系。所以，你需要爸认清现实，不要再为这群亲戚内耗自己了。所以，你得帮我一起，让咱爸清醒过来。妈会支持，小妹那里我也通过电话，她也支持。哥，你还记得罗宾吗？罗建宏，宏盛陶瓷。罗建宏的儿子，就是后来低价买下我们工厂的宏盛陶瓷。他怎么了？找你麻烦？那天我代表裕达去县里开会，看到李雪在他车上等他。咱们家破产的背后，罗建宏大概率是那只黑手。